男人不吃不喝，每天挥剑万次，30年来无论风雨他从不懈怠。而从小在他练剑声中长大的村民，如今都已成为德高望重的村长，他却依旧在不停地挥剑。可就在7年后的某天，男人的练剑声突然停止，早已习惯的村长冲进他的家中，才发现男人已经死去，却依旧怒目圆睁，不肯放下长剑。最终村长为他合上双眼，结束了他的剑痴一生。而此刻一名少年猛然睁开双眼，原来剑痴一生不过是他的一场梦，可那种感觉无比真实，甚至连肌肉的撕裂感都栩栩如生。男孩再也无法入睡，心中无比渴望那种挥剑的感觉。他当即来到演武场内，拿起一把千斤巨剑开始训练。这一幕令原本吵闹的演武场顿时安静下来。原来男孩是领主家的长子，自从母亲去世后就一直无所事事，10年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被窝，因此人们也将他称为废柴少年。任谁也无法相信他会修炼剑术，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出言嘲讽，这种废物怎么可能挥得好剑？肯定是因为上次被隔壁少领主当众羞辱，气不过做做样子罢了。而2位骑士更是打赌他撑不过3天，但男孩根本无心搭理这些闲言碎语，他吃力地挥动着手中巨剑，仿佛自己就是梦中的剑神。虽然过程十分痛苦，但每挥出一剑都能感到无比的安心。随着他手中巨剑再次落下，身旁的管家一把将他抱住，男孩这才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天黑。回到床上，他发誓再也不去练剑，因为这股疲惫感令他十分恶心。可接连3天，他都出现在了演武场内。原来在那之后，他每天都会梦到剑神。为了消除那股奇怪的感觉，他只能不停地挥剑，就连打赌他撑不过3天的骑士也不禁对他另眼相看。可路过的流浪骑士却不以为然，他的体力无法支撑这把剑的重量不说，因为承受不住别人的侮辱而开始练剑，用这种意图来对待剑才是最大的问题。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只狮鹫，它载着一位少女落在众人面前，而来人正是男孩同父异母的妹妹，从小就天赋异禀的魔术师西里尔。他先是怒斥几位骑士不务正业，偷说闲话，随后又愤怒地让男孩停止练剑。一直以来只会睡觉的你，难道以为不停地挥剑就能改变什么吗？可无论西里尔如何吵闹，男孩却依旧不为所动，他的注意力始终在手里的剑上。这也令流浪骑士感到诧异，决定再留下来观察男孩几天。深夜，管家发现了鬼鬼祟祟的西里尔，并告诫他少爷已经休息了，如果有事可以择日再来拜访。闻言，西里尔爆发出猛烈的气势：“你这是在违抗我吗？这件事你不准告诉任何人。”而男孩从梦中醒来后，发现了妹妹为他留下的信：“我为早上说的话道歉，听说你最近日夜操劳过度练剑，所以我才有些担心。这个玩偶有助于睡眠，希望能够帮到你。”男孩不禁有些感动，明明自己已经颓废了10年，可家人却从未放弃过自己。从那以后，男孩练剑更加刻苦，接连10天他都出现在了演武场内，所有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就连流浪骑士也对他产生了好奇心，原以为他是自尊心作祟而开始的修炼。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身上有着一股钢铁般的意志，若是能够激发出他全部的潜力，必将成为这片大陆的巅峰人物。老者愈发对眼前的少年感到满意，决定为他引荐一位优秀的剑术老师。可在询问过后，他才得知领主已经找了奥恩骑士为他辅导剑术。老者当即怒吼：“不行，那个只知道喝酒的饭桶只会让这个天才埋没。”于是他当即找到了领主大人，递上了克鲁诺剑术馆的推荐信。要知道，这可是大陆最强剑术馆，只有天赋极佳之人才有资格进入。领主深知这点，但他也知道里面斗争激烈，想要坚持下去并非易事。于是他把选择权交给了男孩，无论去或不去，父亲都会尊重你的选择。而男孩不愿再继续沉沦下去，他决心要改变现在的自己。于是第2天，男孩便告别了父母，来到了被誉为大陆最强的克鲁诺剑术馆。他递上了流浪骑士布兰的推荐信，这才从教官的口中得知，原来布兰是曾经讨伐魔人时的风云人物。而令教官感到疑惑的是，那个向来眼光毒辣的老头子怎么会看中这个废柴少爷呢？男孩忐忑地推开剑术馆的大门，顿时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他们的眼神无比轻蔑，似乎对这个少年的出现感到意外，更有甚者已经开始出言嘲讽。好在这时教官出现在了台上，打断了他们的闲言碎语：“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这里的预备生，若是能够在这里坚持1年，并且通过2次残酷的测试，届时你们将会是剑术馆的正式门生。不过在那之前，我想为你们介绍一个地方，这里便是你们日后训练体能的场地。”说着，教官一个箭步冲了出去：“都给我动起来！”这一幕令众人有些措手不及，纷纷挥动手脚跟了上去。而男孩因为体力不支，不出片刻就倒在了地上。此刻他只觉得浑身酸痛无比，再跑1步心脏都会立刻爆炸。可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道身影：“是啊，和那个男人相比，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要成为与他同等的存在。”男孩再一次动了起来，他卖力地挥动着手脚，直到他浑身被汗水浸湿，直到他再也没了余力奔跑。一旁的助教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在他即将倒下之际将他救了出来。这家伙的身体完全到了极限，竟然仅靠着那一丝意志在坚持奔跑，真是个神奇的家伙。等到男孩再次睁开双眼，发现已经来到了剑术馆内的医务室，教官把一份名单塞到他的面前，这只是为了测试你们体能而举办的小测验，并不会对最终测试产生影响。男孩打开一看，发现自己赫然排在最后1名。教官还想安慰男孩几句，却发现他根本没有丝毫动摇。
果然是个奇怪的家伙。不久后，教官为学生们安排了每天的日程，所有的训练场所将会一直开放，学生们随时都可以进行训练，但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禁止所有学生使用武器。这可把男孩给愁坏了，这样下去自己该怎么挥剑呢？时间很快来到傍晚，布莱特带着2位跟班来到了训练室内。就在跟班感叹这里的宏伟时，布莱特却被一名少女吸引了注意，是剑术世家的天才伊利亚。她果然比传闻中还要强，光是看见就能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一向自傲的布莱特瞬间就明白了2人的差距，他真的不过是个预备生吗？而跟班这时注意到了角落独自训练的男孩，不愧是废柴少爷，举个空单都快要晕倒了吧？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天才伊利亚竟然来到了废柴少爷的身旁，他靠近男孩小声说了什么，随后便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这里。这一幕顿时惊呆了在场众人，都在好奇伊利亚究竟说了什么。可当男孩朝他们看去时，众人又纷纷撇过头去假装训练，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红发女孩才不管这么多，她丢下器材大步来到男孩身边。伊利亚究竟和你说了什么？难道你们在谈恋爱吗？可令朱蒂斯没有想到的是，伊利亚竟然只和他说了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朱蒂斯一脸失望地离开了。男孩正准备继续训练，布莱特却又来到了他的身边。伊利亚究竟和你说了什么？顺便把那个红毛说的话也告诉我。而在那之后，男孩每天都会得到伊利亚的指导，他的体能也在训练中渐渐成长，但依旧没有人看好男孩，因为他们坚信一个废柴少年再怎么努力挣扎也不可能翻身。转眼3月时间过去，曾经400名预备生如今只剩下不到一半。也就在今天，教官宣布了即将面临的期中测验，只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赛道即可通过，并且排名前5的学员可以得到馆主的奖励。考试时间为10天后的上午9点，这段时间的训练将由你们自由分配。在这之后，众人的训练愈发刻苦，而男孩也是如此。他早已不是当初的废柴少年，现在他经常把自己练到极限，就连朱蒂斯也不禁对他侧目。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么拼命的？难道我的意志还比不上他吗？想到这，他再次开始了训练。在努力方面，他不想被任何人超越。结束训练后，男孩瘫倒在床上，他也注意到了最近的异常。曾经瞧不起他的学员们，如今却逐渐开始将他视为对手。不过比起这个，他更好奇的还是伊利亚，他为什么会愿意无条件帮助自己呢？期中测验的日子很快到来，众人看着浑身被汗水浸透的男孩，不免一阵窃窃私语。这家伙难道是练了一整晚吗？真是个愚蠢的家伙。而布莱特瞥了朱蒂斯一眼，这家伙前段时间也经常过度训练，任谁看他的状态都十分糟糕，看来自己已经稳居第2了。而这时教官已经开始介绍规则，整个考试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借力推举、跳箱、长跑以及游泳，只要达到了目标便可向下一个阶段前进。随着教官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众人争分夺秒地推举杠铃。曾经被所有人瞧不起的男孩，此刻竟然飞速推动着手中的杠铃，这家伙疯了吗？这样下去可是会虚脱的。而与此同时，伊利亚轻松结束了推举，开始朝着第2个项目进发。没过多久，男孩竟也结束了推举，这一幕顿时惊呆了在场众人。但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只见男孩径直来到跳箱阶段，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完成了跳箱。这一幕令还在推举的几人不淡定了，特别是朱蒂斯已经开始透支身体。而此刻男孩已经来到长跑阶段，他紧紧跟随在伊利亚的身后。这一刻他感到无比轻松，心中竟然涌出一腔热血，萌生了一股想要超越伊利亚的想法。可就在这时，朱蒂斯却一举超过2人来到第1，好不容易才爬到这个位置，他不想输给任何人。原来因为平民的身份，朱蒂斯受尽了旁人的嘲讽，所以他愈发刻苦地开始训练，终于来到了大陆第1剑术馆，为的就是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此刻朱蒂斯一头扎进水里，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前进，可突然他的大腿一阵抽痛，令他再也无法前进半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伊利亚超越自己，泪水缓缓从他的眼角滑落。就算是透支身体也比不过你吗？突然一股疲惫感涌进他的脑海，朱蒂斯渐渐沉入了水底，就这样休息下去吧。可等他再次睁开双眼，却发现一位少年正带着自己艰难的前进。他不甘心，凭什么是你来救我？男孩没有理会，很快便成功将他带回了起点。但也就在这时，原本落后的学员已经全部跟上，可男孩却不以为意，他坚持等到教官过来才开始继续测验。但也正因如此，原本排名第2的男孩落到了倒数第2，不过也算是成功完成了测验，还不至于遭到淘汰。不过人群中却有人开始嘲讽，在考试途中做那些没用的事情，不知道在装什么善良。不过也正是因为他自己才成功进入前5，而排名第2的布莱特却望着男孩陷入了沉思。他在测验中的水平远远超过自己，若是朱蒂斯没有用力过猛，那自己的排名将会是第4。不得不承认，这次是我输了。而就在第2天，男孩独自训练时，伊利亚找到男孩并质问他为什么要在比赛中做那种事情。男孩被问得愣住了，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要这么做。可他的回答却惹恼了伊利亚，就算你不去，教官们也会救他。为了那种小事而放弃大陆第1馆主的奖励，难道你真的疯了吗？接下来就要开始磨练剑术，这与锻炼肉体截然不同。剑术并非只要努力就能成长，还需要才能的加持。你可能因为昨天的判断，彻底失去了得到馆主指导剑术的机会，我再也不会帮你了。很快到了公布测验结果的日子，而获得前5名的优秀预备生能够获得与馆主面谈的机会以及奖励。可这时馆主却表示还缺了一位学生，请311号预备生上台领奖。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
只听馆主缓缓说道：“人们总是会在追赶别人的过程中获得惊人的成长与成就，却也因此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但这位预备生却与众不同，他在紧要关头选择牺牲自己去救落水的同学。我认为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有价值的。”很快便到了与馆主面谈的机会。布莱特选择的奖励是得到馆主的指点，而伊利亚则不同，他竟然提出要与馆主对练并接受指导。馆主微微皱眉，这可就有些难办了。我只能给你一个忠告，不要再被他人左右，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不必执念于此，浪费时间。回到家族去学习你们的剑法才是你的道路。可伊利亚却执意如此，馆主无奈只能答应他的请求。很快，馆主便完成了其他人的奖励，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可他在面对馆主的奖励时，却只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才能和一个女孩和好。馆主愈发对眼前的男孩感到好奇，毕竟整片大陆谁不想得到他的指点。于是，在为男孩解开疑惑后，他破例给了一次指导剑术的机会。可男孩对于剑术的理解只有挥剑，根本不知道要问些什么，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疑虑。馆主决定保留这次机会，若是日后遇到关于剑术的问题，随时都可以过来问我。馆主望着男孩远去的身影，陷入了沉思。他分明对剑术一窍不通，却又有着明确的目标，就好像有高人在身后指点一般。不久后，男孩开始了训练，可往常冷漠的朱蒂斯却走了过来。他先是感谢了男孩的救命之恩，随后又大方地表示要和他交个朋友。在朱蒂斯的威逼下，男孩根本没有拒绝的机会。不过这样似乎也挺不错的。这天是开展剑术课程的日子，众人纷纷选择了自己心仪的木剑，唯独男孩却径直走向角落，拿起了无人问津的阔剑。这一幕顿时引起了场内众人的注意。区区菜鸟还想耍帅用阔剑，真是蠢到家了。可下一秒，他们的脸上就被震惊笼罩。只见男孩猛然挥动阔剑，强悍的气势瞬间卷起无数尘埃，就连教官也不禁对他侧目。虽然动作略显生涩，但竟能有如此气势。突然，布莱特走出人群，他手持长剑指向男孩：“我邀请你与我对练。”此话一落，场内瞬间沸腾。要知道，这在学院内可是严厉禁止的，并且他们还从未学过任何的剑术课程。就在教官准备打断他们时，馆主却允许了他们的对练，偶尔来点不一样的也不错嘛。随着馆主一声令下，布莱特的身影如狡兔般爆射而出，仅仅一瞬便来到了男孩身边。男孩挥剑防御，枪林弹雨般的攻击再度袭来，猛烈的攻势令男孩根本无法还手。众人都认为胜负已定，可朱蒂斯却看出了端倪，那家伙是在考验他。而这时布莱特身形向后抱腿，经过短暂的交手，他看出了男孩的不足。这家伙反应确实很快，但他的动作非常不合理，根本不像是一个练剑之人。那就让我试试你的力量如何吧。布莱特故意迈出破绽，男孩抓准时机，毁天灭地般一剑砸下。这一幕顿时令布莱特慌了神，身形下意识地往后一闪，击落了男孩手中的阔剑。对练结束，布莱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教官也开始宣布剑术测试的结果，并根据实力为学员们分组。首先是最高等级的 A 组成员，将会面对更加残酷的训练，随后便是 B 组与 C 组，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可等所有人都分完了组，却唯独没有念到男孩的名字。就在朱蒂斯感到疑惑时，教官公布了答案。原来因为男孩对剑术一窍不通，所以他被单独分到了 A 副组。翌日，剑术训练正式开始，医生成了男孩的临时教官。天真的男孩以为通过努力便能追上他人，教官并没有当即反驳，而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他，努力固然重要，但在天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若是你能在1周时间内掌握基础剑术，我就能把你提升到 C 组，但若是这点才能都没有，那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但令教官感到意外的是，男孩在短短几天内就掌握了大半剑术要领，进步的速度也是愈发迅速。虽然其中有着努力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家伙果然有着惊人的天赋。时间来到测试前夕，男孩找来了朱蒂斯帮忙检查剑术。随着男孩一剑挥出，朱蒂斯的脸上露出一抹震惊。对待剑术十分严谨的他，竟然向昔日的废柴少爷竖起了大拇指。而就在第二天，教官重新回到了医务室，这也就证明男孩已经成功升到了 C 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帮他提升到 A 组，朱蒂斯决定亲自与他对练。无奈之下，男孩只能答应。战斗一触即发，朱蒂斯率先发起攻势，手握重剑的同时却依旧皎洁如兔。男孩堪堪挡下一击，利用巨剑的优势击退朱蒂斯，身形一跃竖劈而下。可在落地的同时却又变换身形，一记横劈竟让朱蒂斯乱了阵脚。但他反应极快，扭动剑柄顺势将男孩击飞出去。对练以朱蒂斯的胜利告终，可他却突然调转话锋，听说你最近跟伊利亚闹掰了，这个时间他应该一个人在小练武场内吧。说罢，朱蒂斯便转身离开，只留下男孩一人陷入沉思。而另一边，伊利亚正独自修炼家族剑术，突然一道身影的出现打断了他，正是方才与朱蒂斯对练的男孩。他一脸尴尬地向伊利亚问好，随后拿出一封信与布囊。这番操作令伊利亚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可男孩却解释道：“我的妹妹很不擅长与人相处，所以我们也经常吵架。但每当我醒来时，都会发现她留下的礼物与信。我也不太擅长说话，所以我也试着把想法写了出来。”伊利亚仍旧满脸冷漠，即便这样，我也不会再继续帮助你。男孩表示没有关系，留下礼物后便转身离开了这里。夜里，伊利亚看着男孩的信，不禁露出了微笑，随后又打开了礼物，是一个手环。一股厌恶感油然而生，伊利亚咬紧嘴唇，不停地颤抖，似乎手环上的福寿草为他留下过什么难忘的回忆。半晌后，伊利亚平静了下来，脑海中想起了馆主的教诲，或许真的是自己太钻牛角尖了呢。
他是王国贵族的天才少爷，却甘愿向学院公认的废柴讨教剑术。这一幕顿时令旁人傻了眼，就连男孩自己也有些诧异。你真的能从我身上学到什么吗？布莱特神秘一笑，因为你是个天才。原来自从期中测验以后，布莱特就已经开始留意男孩，为何他的剑术分明不如自己，但却总令人望而生畏呢？而在两人的对练之后，布莱特终于明白了二者之间的差距。他的身上有着一股惊人的集中力，若是当时正面接下他的巨剑，恐怕败的将会是自己。于是向来自傲的他开始正视自己，这才找到男孩提出一起修炼。临走前还给了男孩一句忠告，请你不要再贬低自己，你身上有着出色的品行与能力，所以你应该以自己为傲，表现得更加自信。夜里男孩回想着布莱特的话，究竟该如何提升集中力呢？若是能够更加专注，或许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存在。抱着疑问，男孩沉沉睡去，剑神再一次出现在他的梦中。不同的是，这次他能真切感受到挥剑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成为了剑神一般。可突然他从梦中惊醒，天还没亮，但男孩决定立即前去修炼，他不想放弃那种真实的感觉。之后的几天，男孩总是在训练时昏昏欲睡，这不禁令布莱特感到疑惑。他宁可相信母猪上树，也不愿相信男孩偷懒。可突然男孩又坐了起来，猛地挥出一剑后又继续躺下睡觉，看得布莱特一头雾水，不禁上前叫醒男孩询问。原来他是在练习提升集中力。布莱特恍然大悟，当即决定亲身体会一下。不曾想竟一觉睡到了天黑，但他并没有放弃，换了个姿势又重新开始冥想，没想到竟然意外的有效，甚至在学院中掀起了一股冥想热潮。而他通过这段时间的提升，竟然在对练中打败了朱蒂斯。要知道他们一直在竞争学院第二，从未分出过高低。布莱特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他认为只要继续保持，或许超越伊利亚也不是不可能。这天馆主聚集了所有的学员，并宣布最终测验即将到来。与期中测验不同，最终测验将着重考察学员的潜力，这也就代表无论实力如何，只要展现出极高的潜力便可通过测试。说着，馆主褪去外衣，在这之前我准备了一个礼物，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话罢，馆主的气势瞬间达到巅峰，长剑在他的舞动下划出道道剑气，这一幕直接令天骄们惊呆了。可馆主仍未停下，短短一瞬，他再次挥出数剑，剑气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般萦绕周身。随着馆主挥出最后一剑，所有人呆愣在原地，他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自己的剑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罢了，但朱蒂斯却仿佛受到了激励一般，他愈发努力地开始训练，势必要在测验中拿下第一。可布莱特却对他嗤之以鼻，第一名肯定是伊利亚，他是大陆顶尖的武道世家出身，家族的剑术更是有着无尽的潜力，光凭这点就足以让他在最终测试中拿下第一。朱蒂斯却不以为然，贵族出身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哥哥不也曾是大陆第一天才，最后还不是输给了一介平民？可话音刚落，伊利亚就出现在他们的身后，他的眼神中满是冷漠。你这种只会说闲话的人，根本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这次测验我不会使用家族剑术，但我依旧会拿下第一。可布莱特却不这么认为，他一路小跑叫住远去的伊利亚，若是你不使用天空剑，第一名的位置就将会是我的。而在之后的对练中，朱蒂斯也意识到了这点。现在的布莱特有着惊人的速度，就连剑术也变得十分锐利，或许他真的有可能打败伊利亚成为第一名。不得不承认，他已经超过自己太多。但现在的朱蒂斯已经不再急于求成，他相信成为正式门生后一定会超过他。想到这，朱蒂斯转身离去，他没有理会布莱特的调侃，因为他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另一边，男孩依旧进行着冥想训练，但他却再也无法掌握那种感觉，就好像离梦中的剑神越来越远了一般。这时朱蒂斯打断了他，并邀请他去外面走走。二人随即来到了演武场外，朱蒂斯向男孩表达了歉意，毕竟马上就要最终测验了，自己却很久没有陪你对练了。就在男孩表示没关系时，朱蒂斯突然说起了自己的身世。我是一个孤儿，从小就在别人的歧视中长大，所以我从未向谁表达过感谢。在你救了我的那天，我没能坦率地向你说出谢谢，反而是冲你发了火。我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报答你，但现在看来似乎是搞砸了，所以最终测验你一定要合格，只有成为这里的正式门生，我才能好好弥补对你的歉意。说罢，朱蒂斯便起身离开。男孩欣慰地笑了，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才对，这段时间是你们陪着我成长。回到演武场后，男孩再次拿起了巨剑，这一次他不再感到迷茫，很快便与巨剑融为一体，开始了他的修炼。2周后，最终测验正式开始。虽说众人都展现出了意料之外的实力，但却没有十分出色的表演。直到朱蒂斯的出现，他决定以对练的形式接受测验，而对手正是备受瞩目的布莱特。比试开始，朱蒂斯微微俯身，像一道闪电般爆射而出，锐气的碰撞声瞬间响彻了整片演武场，力道之大，甚至连布莱特都感受到了威胁。但朱蒂斯仍旧没有停下攻势，他发挥出重剑的优势，不断向布莱特施压。双方的战斗精彩至极，台下更是欢呼一片，就连教官都不由赞叹，这两人都非同一般。而这时布莱特转手围攻，一剑刺出，朱蒂斯的脸上被划出一道口子，这也令双方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就这点实力还想超越我吗？此话
一落，两道身影毁天灭的般撞在了一起，他们的速度迅如闪电，搅在一起化作了一团残影。直到尘埃缓缓散去，两道身影仍旧屹立在演武场中央。这场战斗看似不相上下，不过更占上风的还是布莱特。馆主不禁起身拍手叫好。也就在这时，下一位测试选手已经上台，正是第一天才伊利亚，他要展示家族剑法天空剑。布莱特自信一笑，或许这次我真的能够战胜你。可下一秒，他的表情就凝固了。伊利亚轻轻挥动长剑，场内顿时狂风大作，凌厉的剑气如暴雨般向四处散去。强如导师也不禁抬手去挡。这一幕给了众人巨大的冲击，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而布莱特更是震惊不已，原来这世上真的有无法跨越的高墙，更是让他知道了自己的想法多么幼稚。但考验还有最后一人，布莱特的心理防线几近崩塌，他在心中祈祷着，千万不要那么优秀，千万不要超过自己，拜托了。而此刻，男孩已经来到了台上，就连馆主也开始好奇他究竟要展示什么。男孩决定要展示基础剑法挥剑，这一幕自然引起了旁人的嘲笑，可唯独馆主却看出了端倪，因为他在男孩的身上看到了一股惊人的意志。当一个人的冥想达到极致，并将身体与长剑融为一体时，所展现出的力量是无法想象的。男孩猛然睁开双眼，手中巨剑如雷霆之怒般落下，只听轰的一声，剑气波及了数丈之远，所及之处皆是天崩地裂，偌大的演武场瞬间被一分为二。这一幕顿时震惊了在场众人，就连天才伊利亚也面露惊色。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旁人的目光根本无法改变一个坚定的人。最终测验结束，男孩的名次来到了第二，而第一名仍旧是天才伊利亚，这也就代表着他即将成为本届的学生首席。可他却找到了男孩，并表示自己将要离开剑术馆去追寻自己的道路。他是大陆最强剑术天才，却在一夜之间名誉扫地，受万人唾弃，只因他在一场备受瞩目的对练中，仅仅3招就败给了一介平民，而周围的视线也因此变得冷漠。此后，他便自甘堕落，一蹶不振。从小将他视为偶像的妹妹坚信着，一定是人们的视线毁掉了哥哥。于是从那一刻起，他便发誓自己绝不要被旁人的评价所左右。可在不知不觉间，他早已深陷泥潭。原来曾经击败他哥哥的平民，正是来自克鲁诺剑术馆的学生首席。而伊利亚之所以来到克鲁诺，就是为了夺得本届的学生首席，证明自己并不比他差上半分。可男孩的出现却令他改变了想法，决定不再追寻别人的影子，离开克鲁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而受到男孩影响的并非伊利亚一人。测验结束后，布莱特久久不愿离去，就连朱蒂斯找他对练也无动于衷。他想放弃了，明明自己花费了数年时间钻研剑术，却远远不如一个刚刚练剑不久的男孩。或许这就是上天注定吧。可这番话却引起了朱蒂斯的不满，他二话不说把布莱特抄翻在地，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的脸上。你的速度不是很快吗？怎么连我的拳头都躲不开了？难道你的身手和你的脑子一样坏掉了吗？是我看错你了，真是个胆小鬼。这番话并未令布莱特醒悟，他找到馆主说明了缘由，并决定放弃剑术离开布鲁诺。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就连男孩也将要离开。当然这并非是他自己的意愿，而是因为馆主亲自找到了他。你并非是因为自身的意志而挥剑，虽然你对待剑术十分谨慎认真，但我却无法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任何感情，就好像是在模仿某位强者。若你还想继续走剑术这条路，那么你就得找到握剑的理由，否则你待在这里也将变得没有意义。我会给你1年时间，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剑吧。时间很快到了分别的日子，布莱特率先踏上了离开的马车。可就在这时，男孩冲着远去的马车大喊道：“我们一定要变强，然后再次相遇。”马车渐渐远去，并未停留。男孩有些失落，他告别伙伴们后便上车离开。不久后，剑术馆外只剩下了朱蒂斯一人。可突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正是方才离去的布莱特。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如果连我都离开了，那学院里还有谁能承受你那古怪的脾气？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拌着嘴，缓缓朝着学院的方向走去。而此刻的馆主室内，教官一脸担心的询问：“那孩子真的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吗？”闻言，馆主微微一笑：“有什么可担心的？那家伙可是大陆第4天才，只不过不同的是，那孩子是努力型的天才。”几天后，男孩乘坐马车来到了领地外，可突然迎面驶来一辆马车。管家见状大惊，因为车上坐着盖恩家族的次子艾伦，曾经当面羞辱过男孩的少领主，并且他们此刻已经下车等待，显然是没有什么好事。管家当即告诉男孩不要下车，并表示自己会去应付，可男孩却拒绝了他。出于礼貌，他决定亲自下车问候。艾伦惊讶地发现，现在的男孩不仅身体变得更加结实了，身上还有着一股难明的气势，但艾伦却对自己有着秘制自信。看样子你刚从布鲁诺回来，据说剑士只要握手就能看出对方的实力。作为早你6年开始练剑的前辈，不如就让我来检查下你的实力吧。闻言，管家屏住了呼吸，暗暗祈祷着少爷不要答应。可突然，男孩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艾伦瞬间大喜过望，让我看看你痛到扭曲的表情吧。可无论他如何用力，男孩的脸上却依旧满脸平淡。对了，是要用力的，对吧？猛然间，一股撕裂感传进他的脑海，痛得他瞬间抽回了右手。艾伦满脸的不敢置信，自己居然先松开了这个废物的手。
就在男孩感到无趣准备离开时，却突然有一只猫开口说话：“这就结束了？上去揍他呀！”艾伦的护卫当即意识到这是一名魔法师，传闻被魔法师盯上将会带来厄运，于是他当即决定带着自家少爷离去。猫咪见状也没了兴致，于是便不再刁难他们。而男孩很快便回到了家中，在父亲的解释下，他才知道原来那只猫咪名为露露，是一位极强的魔法师，并且就在几天前，他还说了想要成为希里尔的师傅。但由于不清楚猫咪的来历，希里尔并未答应他的请求。可就在众人谈话间，露露却突然出现在餐桌上，原来他就是你的哥哥呀！希里尔连忙抓起露露，一脸慌张地询问他来这里的目的。我是来说服你哥哥的，毕竟希里尔最喜欢的就是哥哥，如果我把他给攻略了，或许你就会想要成为我的徒弟了。可话音刚落，希里尔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红，你这辈子也别想我当你的徒弟！说罢便冲出了大门，而露露则在身后不停地道歉。翌日，男孩便重新开始了训练，但他却在演武场内发现了露露的身影。原本以为他是来说服自己的，可他就静静地待在一旁，根本不愿搭理男孩。起初男孩并不在意，可足足过了1周，他还在旁边，男孩不禁开始感到疑惑。身边的骑士也提醒他，据说这只猫被称为诅咒之猫，任何被它盯上的人都会遭遇不幸。男孩不禁上前询问：“你不是想要说服我吗？为什么一直不见你行动呢？”希里尔身上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可你却像溪边的石头一样平凡。说着，露露掏出一颗猫眼石：“这是我送你的礼物，收下它。你去希里尔面前帮我说点好话。”一旁的管家见状不由一惊，这种橙色的猫眼石足以买下一个领地。可男孩却没有当即收下，而是询问露露为何这么执着于希里尔，甚至不惜送出这么贵重的东西。闻言，露露掏出一堆玩具，这些都是我学会魔法之前的回忆，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和你们人类可不一样，因为太过在意金子而错过真正重要的东西。男孩欣慰一笑，原来希里尔对他来说也是金钱无法买到的珍贵之物。想到这，男孩拒绝了他的猫眼石。我不会收下你的贿赂去说一些违心的话，但我会向希里尔表达我真实的感受。露露也没有强求，转身离去。就算这样，我也一定会说服你帮我的。第二天，露露一脸震惊地找到男孩：“快跟我来，出大事了！”可当男孩神色慌张地赶来，才发现露露是想让自己陪他吃饭，因为如果没人陪着他就会十分不安，所以对他来说是超级重要的大事。随后，露露指着一旁打盹的小猫询问男孩：“你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吗？”男孩怎么可能知道小猫的想法，只能询问露露答案。可他却一脸震惊地表示：“我怎么可能知道？”惹得男孩不禁开怀大笑。自从母亲去世，他就再也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可突然却想起了馆主的话：“给你1年时间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吧。”男孩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剑。他淋着大雨来到演武场内，可握住剑柄又觉得迷茫不已，究竟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呢？男孩握紧巨剑猛然挥出，顿时一股无形的压迫弥漫开来。身后紧紧跟随的露露瞬间睁大双眼，她悄声来到男孩身后，空中的雨水瞬间停滞，一股凝形的能量波动出现在2人头顶。露露紧紧盯着男孩：“你来做我的徒弟吧。”这只呆萌可爱的小猫却还有着一个令人震惊的身份，那就是凌驾于这片大陆的魔术师。他们不同于魔法师，需要理解世间的法则来操控魔力。他们打破了世间的法则与常识，仅凭一人之力便可搅动风云。可就是这样的存在，却仅仅是看见了男孩挥剑，就铁了心要收他为徒。因为一个魔术师的实力高低，取决于他内心的力量有多强大。而男孩刚刚挥出的一剑，就让他看见了一股惊人的意志，更是让他看到了无限可能。可面对如此诱惑，男孩却当即拒绝。不是他不想学，而是因为刚刚那一剑并不属于自己，是梦中剑神的力量促使他挥出的一剑。男孩把梦中的事情告诉了露露，希望她能帮忙破解其中的秘密。可露露也只是听说，但从未见过这种事情，所以连她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能够确定的是，这并不会影响男孩学习魔术。可男孩闻言却依旧不为所动，他实在不想用他人的意志来学习魔术，只想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可露露却对他嗤之以鼻：“如果刚刚展示的不是你的剑，那平时挥出的就是属于你的剑了吗？作为师傅，我得给你一些忠告，你做的那些根本不是努力，而是在白费时间罢了。”夜里，男孩回想着露露的话，突然管家推门走了进来，说是要传达2件事情。首先是即将面临的讨伐战，几天后将会在我们这里举行讨伐会议；而另一件事则关于魔术师露露。传闻他曾属于奥雷克尔魔术工会，可自从他离开后，工会就变得支离破碎。还有他曾到过的卡尔领地，那里的少领主便遭遇不幸失去了生命。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象征性的带来灾难。虽然不能证明这与他有直接的关系，又或许这只不过是传闻，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背负风险。管家走后，男孩陷入了沉思，他试探性的开口说道：“请你理解我的管家，他只不过是担心我罢了。在我眼里，你不是那种会伤害他人的混蛋。”没想到竟然真的得到了回应。如果我为你和希里尔带来了危险，该怎么办？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那些事情是你做的吗？露露连忙探出脑袋：“当然不是，我只是刚好路过罢了。工会是2个坏脾气的老头毁掉的，少领主的死是因为孩子们互相打架。”男孩陷入了沉思，无论是接连发生的偶然事件，又或是露露编造的谎言，两者之间都很危险。可男孩很快就释怀的笑了：“没关系的，我也和你一样有着很多不好的传闻，所以我相信自己的直觉。若是真的为我带来了不幸，那就到时再说吧。我会试着去说服周围的人，让他们也能坦然的接受你。”闻言，露露感动不已，她从百宝袋中掏出一颗宝珠：“这个给你，
记得在西里尔面前替我多说点好话。男孩想要拒绝，但露露早已消失不见。他疑惑地盯着眼前硕大的宝珠，这不是露露最珍贵的宝物之一吗？翌日，男孩找到了父亲，必然决定要参加本次的讨伐战。可父亲却露出一抹担忧的神色。讨伐战并非是单纯与怪物的战斗，还是与其他家族之间的比试，其中更是有着巨大的压力。即便如此，你也愿意参加吗？闻言，男孩点了点头，他坚信着自己能够做到。可仅仅是几天后的联合会议，就令男孩的信心瞬间跌落到了谷底。南部6大家族来到帕雷伊拉领地，作为领主自然要盛情款待。可他们刚一落座，就火药味十足，使出百般花样来刁难男孩。特别是关系恶劣的盖恩家族，他们以握杯姿势为由，嘲讽男孩不懂餐桌礼仪。想必这就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吧。这番话直接令父亲颜面扫地，但他并未责怪男孩，而是默默承受着一切。可几位领主显然不愿轻易放过他们，在盖恩男爵的煽动下聊起了音乐。可当问到男孩时，他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这狼狈的反应正中他们下怀。你也算是贵族，却连基本的素养都没有，断了话题也不嫌害臊吗？男孩瞬间成了众矢之的，旁人冷漠的视线令他备受煎熬。这一刻，他终于知道自己数年的懒惰和无知带来的下场。现在的他什么也做不到，甚至就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他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这里，只留下父亲一人承受一切，又逃跑了。原以为自己早已改变，原以为自己能够与他们抗衡，男孩感到强烈的不适。这一刻，他才真正知道数年来父亲究竟为他承受了多少。他来到演武场内，疯狂地挥舞长剑，试图以此来麻痹自己。可脑海中又想起了露露的话：“你不过是在白费时间罢了。”光是透支身体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努力。为了达成目的，去严格要求自身以及心灵，这才是努力。不仅要锻炼自身，还要去磨练内心。你敢说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吗？男孩使出浑身解数，挥出一剑。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可突然身后传来阵阵讥笑声，那个家伙连举杯都不会，难道会懂如何持剑吗？为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绿毛直接抽出长剑要与他对练。不过是刚刚练剑1年的菜鸟，就让我来教教你如何用剑吧。可他的话音未落，一道身影就如闪电般爆射而来，只听轰的一声，绿毛还未抓稳的长剑瞬间被击飞数米。不等他做出反应，一柄巨剑已然悬在脖颈处，胜负已定。男孩转头望向周围，还有谁要来？这时一位壮硕的男子走了出来，是拉塞尔家族的大少爷马丁。传闻他在剑术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光看体格双方就不在一个等级。这小子恐怕是要吃点苦头了。战斗一触即发，马丁率先发起攻势，短短一瞬便已挥出数十余剑。可诡异的是，男孩不仅轻松化解了他的攻击，脸上却还始终保持着平淡。只听砰的一声，马丁被震出数米之远，还没等他站稳脚跟，男孩便如雷霆之势般出现。马丁堪堪提剑挡下，可巨剑带来的分量却将他双手震得通红，他的脸上不断冒出冷汗，心中已经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可战斗仍未结束，男孩的身影骤然出现，眼看巨剑就要落下，却有一道声音打断了战斗。胜负已经显而易见了，在你的双手彻底废掉之前，趁早放弃吧。而来人正是盖恩家族的大少爷莱恩，不如我陪你试试吧。不过这次我们要用真剑。没想到男孩竟当即答应下来，这令莱恩感到有些意外。看来你的胆子大了不少。要知道以前的你，不过就是个只会躲在被窝里的胆小鬼吧。而此时的男孩已经闭上了双眼，这一幕直接令莱恩嗤笑出声。你果然还是没变。可男孩突然睁开双眼，身上瞬间涌出一股无形的气势。莱恩顿时感到一阵寒意，身形竟不自觉地向后倒退数米，直到贴紧墙壁方才停下脚步。为什么我会对他感到恐惧？他不想承认这个事实，正欲提剑反击，却有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只见他手中的长剑轰然炸裂，而男孩却依旧站在原地未动，只是手中巨剑已然落下。这一幕顿时惊得众人目瞪口呆，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就在莱恩不知所措时，几位领主已经结束会议走了出来。盖恩领主见状脸色大变，你的佩剑为何会断？莱恩知道自己不能在几位领主面前失态，于是便装作一副坦然的样子，大方地承认是自己输掉了比试，并对男孩的剑术一顿夸赞。几位领主当即会意，对着男孩的父亲一顿彩虹屁，这才令原本尴尬的气氛有所缓和。夜里，莱恩跟在父亲身后一言不发，突然父亲开口打破沉默，没想到你竟会故意输掉比试，但也多亏这样，我们与帕雷伊拉家族的关系才不至于闹僵。但若是你下次再随意改变计划，我绝对不会轻饶你。可他又怎会知道，莱恩仅仅在一瞬之间就彻底遭到了碾压。而经过这次的事件，男孩的心态也被彻底改变，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将负担丢给家人了。于是他当即找到了露露，并表示自己要与他学习魔术。露露并未当即答应，而是让他第二天再来，因为现在的男孩情绪太过激动，根本不是修炼的状态。于是在平复心情过后，男孩再次找到了露露，却发现他已经穿了一身正式的服装，这也就说明露露已经正式决定要传授他魔术。一个魔术师的力量取决于他的内心，而按照你的情况来说，就是想要守护家人的心，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加强这份愿望。其中最简单且普遍的方法就是迷信。传说古人会将太阳奉为神明，并通过供奉从而实现愿望，这便是信念的力量。根据信念的高低，魔术的力量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而现在最适合你的方法就是怀着强烈的愿望去进行剑术修炼。这无疑令男孩感到疑惑，这与自己平时的剑术训练有何不同吗？露露自信的冷哼一声，这相当于是一种契约，每天挥剑1000次，但每一剑都要饱含你的真心。就算你每天坚持剑术修炼，你也未必能够达
达到想要的境界。但若是你重复与愿望相关的行动，你的内心就会越来越强大。随着你履行契约时间的增长，效果也会愈发明显。这就是所谓的迷信。从那以后，男孩便开始了修炼。与以往不同，他在练剑的同时没有停下思考，他开始试着将至诚的心意注入长剑。露露盯着男孩，愈发感到满意。或许他真的能凭借努力觉醒魔术的力量。4天、7天，直到第10天，男孩终于开始自我怀疑：这样做真的有用吗？又或是我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罢了？突然，露露打断了男孩：这世上有一种东西，能够将炽热的内心归于平静，可以将岩石般的决心化作沙土，那就是对自身的怀疑。当你的热情消散，动作变得沉重时，心中的杂念就会变多。但你要明白，你并非是孤身一人，大家都与你同在。只要和重要之人共同面对困难，你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可男孩闻言却愈发消极：我曾经是个只会逃避的胆小鬼，没有人会愿意相信这样的我。说着就要转身离开，可露露突然叫住男孩：我相信你，我曾经说你像溪边的石头一样平凡，但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你确实是溪边的石头，但你是光滑且坚硬的鹅卵石。在我看来，你的身边有很多喜欢你的人，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擅自断定结论。露露这番话成功点醒了男孩，让他想起了足足等了他10年的家人，若是没有他们的信任，自己可能连举剑的意志都没有。还有剑术馆的教官与同学们，当然还有露露，他们都选择了相信自己。抱着这份信念，男孩沉沉睡去，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的魔术波动。而与此同时，书房内的西里尔猛然抬头，好强的魔术气息！他连忙冲进哥哥的房间，却发现他正被一股莫名的能量包裹着。露露一脸慌张地解释，他觉醒了魔术。可身为魔术师的西里尔一眼就看出端倪，他大声询问露露这究竟怎么回事。他为了达成心愿，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谁都无法去介入和干预，只有他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时，他才能从里面出来。但谁也不知道会耗费多长时间，也许明天就会回来，也有可能需要1年时间，又或者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得知此事的西里尔几近崩溃，露露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难道真的是我带来了诅咒吗？而此时的男孩来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梦中的剑神就在他的面前。突然，男人停下挥剑，转头望向自己。这一刻，男孩终于看清了梦中剑神的容貌。两人就这样相互对视了许久。突然，剑神身上的气势瞬间膨胀数倍，紧接着一股凝形之力爆射而来。男孩猝不及防之下，根本无从躲闪，只能任由那股气息将自己给拽了过去。而此时，剑神已然化作一团刺眼的光球，男孩就这样闭上双眼，昏厥了过去。良久，少年昏昏沉沉的醒了过来，却发现衣服不知何时已经变了模样，而眼前的剑神也早已消失不见，只留下了他手中那把千斤巨剑。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幕，男孩突然想起了露露曾说过的话：无法用言语解释的情况就是魔术。难道是自己成功觉醒了魔术吗？若是这样，那么这里就是根据我的愿望而构成的世界，一个只属于我的修炼场地。想到这，男孩便立刻开始了挥剑，并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就这样，男孩一直练到了深夜。可此时的他却仍旧意犹未尽，心想着如果一直都是白天就好了。不想这个念头才刚一落下，顿时就有一抹朝阳照在了他的脸上。男孩瞬间被这一幕给震撼了。随后他又想象着春天的季节，下一刻，周围的万物瞬间开始复苏。接下来，男孩又试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发现都能如愿出现在这个世界，这让少年感到无比的兴奋。这里简直就是为了修炼而量身打造的。可直到第5天，男孩才发现了异常，自己每次睁眼都会在这个世界醒来。难道说达不到自身的目标，就再也无法从这里出去了吗？梦中的那个剑神到底又是谁？为什么会在自己觉醒魔术的瞬间出现？这一切都让男孩感到十分的疑惑。但也仅是片刻，他便甩去凌乱的思绪，再一次集中精神开始了挥剑。就这样，他的挥剑次数每天都在增加，3000遍、4628遍、5742遍。而在达到6000遍以后，少年就再也无法继续提升了。而现在已经是他来到异世界的第210天。男孩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又一次举起重剑开始了修炼。可直到第353天，男孩才发现自己的挥剑次数越来越少了。如今一天已经仅仅只有了5000次。已经1年没有休息的少年，此刻感到十分的疲惫，或许休息一下就好了吧。第417天，少年的双手已经被刺得通红，而挥剑的次数也仅仅只有了3000遍。或许是因为受伤的缘故，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时间很快来到第624天，也是少年没有握剑的第96天，他放弃了。他甚至开始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结局，毕竟自己早就浪费了一半的人生，就连在剑术馆里的成就，也是依靠梦中剑神的意志才达到的。男孩逐渐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就好像失去了剑神的帮助，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可能自己就只有这点能力吧，无所谓了，反正这里也没有人会打扰自己，就这样睡下去吧。可迷迷糊糊间，少年听到有人在呼喊自己的姓名，他猛然睁开双眼，发现伊利亚正在门口喊自己起床训练。说着，他自顾自走出了房间。男孩来不及多想，立刻追了出去。可等他来到外面，才发现这里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条跑道。然而还没等他去想怎么回事，前方就传来了伊利亚的催促声。就这样，男孩一直跑到了天亮。刚想问问怎么回事，伊利亚又带着他开始了剑术训练。每当少年想要问出心中疑惑时，伊利亚总会凶狠地让他专心训练。就这样，时间很快来到深夜，伊利亚也让男孩停下了训练，而他也就这样消失在了原地。见状，男孩显得有些落寞，他果然不是真正的伊利亚，难道是自己无意间叫出来的吗？不过这样似乎也挺好的。
第二天，睡梦中的男孩被朱蒂斯一把扯了起来。你还要偷懒到什么时候？还不赶紧起来训练！说罢，朱蒂斯便把男孩给拉了出去。而门外他的伙伴也早已等候多时，看着他们吵吵闹闹的样子，男孩仿佛又回到了学院的日子。而伊利亚也带着他开始了训练。可因为太久没有挥剑的缘故，此时他连握剑的姿势都忘了。然而就当他想要放弃时，一旁的伊利亚却告诉他没关系，相信自己，你可以的。此时朱蒂斯与布莱特也停下了争吵，并冲着他点了点头。可男孩却陷入了沉思，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任何事。我不仅懦弱，还很懒惰，为什么他们会愿意相信这样的自己呢？就这样，男孩在伙伴们的监督下，清晨跑步，上午与布莱特对练，下午则继续挥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坚持了许久，男孩终于明白了一切。露露说的没错，自己从来就不是孤身一人，根本就不必独自背负所有的压力。只要能和那些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爱自己的人在一起，我就能够战胜一切。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男孩在伙伴的帮助与努力下，挥剑的次数终于超越了每日万次。布莱特笑着为他庆祝，而朱蒂斯则伸了个懒腰，随即严肃地嘱咐他不准再颓废了。说罢，他们消失在了原地，而伊利亚也在说出加油后消失了。男孩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那么现在重新开始吧。在那之后，男孩便独自开始了训练。1237天、1345天、1492天，男孩依旧在不断坚持着训练，而四季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终于在1755天的时候，男孩停下了训练，不是因为不想练了，而是因为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此时的他就仿佛经历了蜕变，与先前羸弱的少年判若两人。他迫切地想要看看自己究竟成长了多少，于是便久违地叫出了伙伴们，毕竟自己还有一样东西要向他们讨教呢。朱蒂斯如往常一般的嚣张，来到男孩身前吐槽着他为什么变得这么高了。男孩没有理会他的吵闹，而是来到远处抓住了重剑。我们打一场吧。朱蒂斯顿时就来了兴致，这个理由我很喜欢，那就由我来当你的第一个对手吧。可男孩却突然摇了摇头，不对，是你们三个。说着，男孩挥动手中巨剑，顿时一股猛烈的剑气向四周扩散开来。来吧，一起上吧。闻言，朱蒂斯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你果然变了，变得越来越嚣张了。男孩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这绝不是一场轻松的战斗。但是现在的他并不觉得自己会输。男孩闭上双眼，细细聆听着周围的一切。此刻，无论是拔剑声，又或是极其微弱的喘息声，在他的耳中都是那么的清晰。突然，少年手持重剑猛然向前，钝器相撞的声音紧随而至。不等反应，布莱特的身影爆射而来。少年提剑堪堪击退二人，刚一稳住身形，朱蒂斯又出现在了头顶。好在少年的反应极快，避开攻击的同时又向前挥出一剑，可却被朱蒂斯给震出了数米之远。不错嘛，看来确实成长了不少。而回应他的则是少年的笑声。我看见破绽了，化落无数剑气如暴雨般倾泻而来。朱蒂斯顿时就陷入了被动。好在布莱特的身影及时出现，为他化解了这致命的一击。朱蒂斯见状，迅速调转身形，与布莱特合力挥出一剑，轰的一声，剑气波及了数丈之远。少年艰难挡下这恐怖的一击，可伊利亚的身影又突然出现，不等反应，一道强悍的剑气爆射而来。少年无比吃力的持剑挡下，原以为他会就此倒下，可没想到他竟用巧劲强行甩开了剑气。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伊利亚，因为男孩刚刚所用的那招分明就是布莱特的招式。而此时的朱蒂斯已然靠近男孩，双方的武器猛然相撞，力道之大，甚至产生了剧烈的爆炸。可等浓烟缓缓散开，朱蒂斯却满脸的难以置信，你为什么会使用我的剑术？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而伊利亚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你会用布莱特的防御术？闻言，男孩尴尬的挠了挠头，我会的就只有拼命努力而已，这都是我凭借之前的记忆学会的，只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完全掌握。我想要学习你们的剑术，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教教我。可闻言，朱蒂斯却当即冲他大喊一声，你这是强盗，分明自己都有那么厉害的才能了，还要抢别人的去用。可男孩却是满脸的无奈，你也可以去学习魔术啊。这番话顿时就把朱蒂斯给气得不轻，拿起手中长剑就丢了过来。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就这样，男孩在伙伴们的指导下又一次开始了修炼。而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数十天，男孩终于彻底掌握了他们的剑术，并在对练中成功击败了他们。而他们也在做出告别后消失在了原地。男孩看着眼前的残影露出了微笑，自己真的变强了，那是不是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呢？想到这，男孩便沉沉睡了过去。可就在不久后，屋外的世界突然开始剧烈的颤抖，紧接着一扇无比巨大的铁门凭空出现。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男孩来到了这扇铁门跟前，他深知这一定就是梦境的出口了，可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打开的方法。突然身后的重剑吸引了他的注意，莫非这就是出去的钥匙吗？想想还真是可笑，自己之所以会来到这里，为的不就是摆脱剑神的束缚吗？可没想到却要依靠他的剑才能离开。如果是以前的自己，一定会因此而感到绝望吧。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自己确实是在遇到剑神后才发生了改变。为了成为像他一样的存在，自己才有勇气迈出了第一步。但自己所挥出的每一剑，又或是这一切，都不是那个男人的意志，而是因为自己选择了挥剑。这是属于我的意志，这就是我的剑。说罢，男孩开始疯狂大笑，而铁门也在他这一剑之下碎成了残渣。不知过了多久，少年缓缓睁开了双眼，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终于从梦境中回来了，应该没有过去多久吧。抱着这样的想法，男孩打开了房门。突然脚下传来一声猫叫，男孩下意识的以为是露露，低头一看才发现是只白猫。这时管家突然迎面走了过来，可看见少年后，他却满脸的震惊，愣了半晌才哭着抱住了男孩。
海，口中还不停念叨着太好了，您终于回来了。这话听得少年心中一颤，连忙询问管家自己昏迷了多久，可得到的回应却是整整5年。男孩顿时就愣住了，他这才知道原来魔术世界与现实是同步的，那自己与馆主的约定呢？赌上家族名誉的讨伐战呢？回过神后，男孩立刻找到了父母，跪倒在他们面前表达着歉意，可父亲却没有丝毫要怪他的意思，只是告诉他平安回来就好了。随后男孩又在母亲的口中得知，如今的妹妹已经远赴塞尔公国，拜入了魔术师安娜的门下。闻言，男孩这才露出一抹笑意，真是太好了，大家都没事。随后男孩又告诉父亲，自己这5年并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在魔术世界里努力修炼，并且还取得了不少的收获。从现在开始，自己绝不会再辜负帕雷伊拉家族长子之名，所以今年的讨伐战就由我来参加吧。可他的话音刚落，身后就传来了妹妹的声音：“谁允许你参加讨伐战了？这次的讨伐战我替哥哥参加。”此话一出，顿时就震惊了众人。要知道，讨伐战从来都是由家族的长子参加，还从未有过例外。可西里尔却表示自己是认真的，毕竟哥哥才刚刚醒来，不应该让他冒险参加这么危险的活动。男孩刚想出言解释，西里尔就愤怒地打断了他：“讨伐战关乎着家族名誉，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应该是我去参加。倘若你真有自信，那就先打赢我吧。”闻言，少年缓步来到了门口：“那就来吧，我会向你展示我的修炼成果的。”不久后，2人便来到了演武场内，可男孩却迟迟没有前去拿剑，这让西里尔有些不耐烦：“愣着干什么？快去拿剑，准备战斗！”可少年却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西里尔的眉头紧锁：“你明明就没有握剑。”可他的话音未落，男孩的手中就凭空出现了一把巨剑：“来吧，现在我准备好了。”这一幕顿时就撼动了旁人的眼球，莫非少爷是真的觉醒了魔术吗？而西里尔的牙关一锁，猛地从腰间掏出几枚巴掌大的短剑。可奇怪的是，短剑在他的操控下仿佛有了生命，猛然化为大剑，朝着远处爆射而去。这一幕看得少年也是冷汗直冒，但还是凭借重剑一一化解了攻势。可仅仅是下一秒，又有无数柄飞剑疾驰而来，轰的一声，演武场内顿时产生了剧烈的爆炸。这一幕看得旁人也是心惊胆战，可唯独管家却看出了端倪，为何少爷一直都只守不攻呢？而此时西里尔已然停下了攻势，方才嚣张的气焰也全然不见，只是小声向眼前的少年哭诉着：“你这个笨蛋，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而少年也来到了妹妹身前，温柔地告诉她不用担心自己，这一次我真的很有信心。闻言，西里尔再也绷不住的大哭出声，与哥哥紧紧相拥在了一起。不久后，2人回到了屋内。西里尔表示这次的讨伐战十分凶险，因为魔人出现了，他们与恶魔缔结契约，获得了强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唯一能与魔术师比肩的存在，所以他们与普通的魔物不同，可谓是相当的危险。说着，西里尔长叹了一口气，果然还是不行，我也要和哥哥一起参加讨伐战，毕竟你刚刚也看见了，我也超级厉害的，这恐怕不行哦，你还得参加重要的活动呢。听见这声音，西里尔顿时大惊失色，因为来人正是他的老师，来自塞尔公国的魔术师安娜。原来你就是西里尔的哥哥呀，这孩子5年来可是一直都在说你的事情。闻言，西里尔顿时就炸开了锅，连忙红着脸求老师别再说下去了，如果想让我闭嘴的话，那就请你回到房间乖乖等我吧。而在西里尔走后不久，安娜便把一个吊坠交到了男孩手中，这是能够感知魔气与危险因素的道具，并且还附有解毒的效果，这是我和西里尔一起制作的。这5年来，他一直在祈愿着哥哥能够平安归来，每天都会往吊坠中灌输自己的力量，所以请你一定要收下它。说罢，安娜便走出了房门。你是个比我想象中还要帅气的哥哥呢。而男孩也露出了一丝幸福的笑容，在他眼中自己是幸运的，毕竟他的家人们全都平安无事。只是露露到底去哪里了呢？时间很快来到讨伐战的前夕，南部6大家族全都聚集在了一起，而贵族们在看到男孩之后，也不禁小声议论起来：这家伙不是又睡了5年吗？怎么好意思来参加讨伐战的？况且他也从未有过讨伐魔物的经验。而莱恩看着许久未见的男孩，嘴角却猛地勾起了一抹邪笑：你能回来可真是太好了，当年你让我受到的所有屈辱，我一定都会100倍奉还给你。随后几人又聊起了这次的讨伐战，原来因为魔人的出现，王国派出了黄昏骑士团与魔法师，并且据说这次的讨伐战可是由黄昏骑士团的副团长亲自负责的，所以我们不参加的话可就亏大了，毕竟还有可能获得不少荣誉呢。而绿毛在旁人的提醒下，这才注意到副团长已然出现在身后，他用低沉的嗓音冲着众人喝道：诸位贵族们，我奉劝你们还是不要参加本次的讨伐战了。此话一出，顿时震惊了在场众人，盖恩领主甚至已经开始上前抗议，可下一秒，一股无形的威压席卷而来。诸位贵族似乎并不知道魔人的恐怖啊！我和我的部下们可是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为的就是消灭可恶的魔人，可你们却将王国的安宁置之脑后，反而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若是让你们与我一同讨伐魔人，我实在是难以接受。此时的众人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丝毫不敢再有半分怨言。可突然却有一名少年跪在了副团长身前，他强忍着压迫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为先前侥幸的态度表达了歉意。随后又表示今后会将副团长作为榜样，拼尽全力去改正自己，所以请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闻言，副团长当即开怀大笑，并告诉众人刚刚不过是自己的玩笑罢了，讨伐战还是要参加的。当然，魔人的恐怖可并非玩笑，希望诸位在明日出阵前调整好状态。夜里，副团长独自坐在案台前感慨着。
盖恩家族的莱恩是吗？确实是个不错的孩子，只可惜这里就只有他一个人才。思绪间，一位老者走了进来，他是隔壁王国的流浪骑士，与副团长乃是多年的故交，二人一见面就相谈甚欢，最后更是聊到了骑士的徒弟。他也曾是布鲁诺剑术馆的学员，只可惜最终也遭到了淘汰。毕竟那一期的学员实在太过恐怖，特别是林赛家族的天才伊利亚，他在最终测验中拿到首席的位置，却又拒绝入馆。而他在离开剑术馆后，小年纪就当上了王国最强骑士团的名誉骑士。说着，老者不禁感慨道：“大陆上又出现了一位顶尖怪才啊！”闻言，副团长却长叹了一口气，真是让人羡慕啊！我们赫尔王国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呢？可闻言，老者却满脸的疑惑。据我徒弟所说，你们有一位足以比肩伊利亚的超级怪才，他在最终测验的时候展现出了丝毫不输伊利亚的实力。听说他仅以毫厘之差拿下了那一届的学生次席。我的徒弟曾亲眼见过那一击，他对此的评价是相当震撼。不过不知为何，他最终也离开了剑术馆。据说他出身于赫尔王国南部，那么他应该也会参加本次的讨伐战吧？闻言，副团长顿时拍桌而起。那孩子叫什么名字？对了，那孩子似乎是帕雷伊拉家族的长子艾恩。得知此事的团长无比震惊，真有意思，自己的队内还有这样一号人物吗？于是就在第二天，团长便找到了独自坐在树下的男孩。为何旁人都在利用空余时间修炼剑术，而你却能从容地坐在树下休息呢？少年沉思了片刻，随即表示，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修炼剑术并非就算是在努力，因为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这话听得贵族们一阵无语，真是有够装模作样的。而团长对此也感到十分的好奇，于是便让少年解释其中的含义。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讨伐魔人，并以此来为家族争取荣耀，但我从未有过参加讨伐战的经验，所以我的重心不应该放在修炼剑术上，而是应该去关注其他事情。只有在行动之上辅以至诚的心，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努力。这番话也让团长彻底对少年刮目相看，于是便将他给安排到了自己身边，随后便转头号令全军列队前行，开始出发讨伐魔人。可少年不知道的是，在他被团长注意到的瞬间，就已经触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毕竟盖恩家族之所以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能够得到团长的青睐，从而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可这一切都被他给打乱了。而此时团长也在少年的口中得知，身为剑士的他竟然觉醒了魔术。要知道这在整片大陆都是极其罕见的，这也让他愈发对眼前的少年感到好奇。可就当他准备进一步询问时，却发现少年不知何时已经停下了脚步，并且还面色沉重地望向身后，这让团长不禁感到有些疑惑，于是便随着他的目光向后看去。嗡的一声，他的脑袋瞬间就炸开了锅。只见一个无比巨大的魔人正伫立在身后。回过神的团长迅速下令准备战斗。可虽然骑士团能够轻松解决魔物群，但眼前这个巨人才是真正的威胁，他的实力恐怕不比自己弱上半分。然而就在他思绪间，却有一道身影闪电般窜了出去，随即只见一阵寒光猛然乍现，硕大的魔人竟在一瞬之间被其斩成了两半。而挥动这一剑的正是方才面色沉重的少年。这一刻，所有人的脑海中都只剩下了两个字，那就是震惊。就连团长也被这一幕所震撼，如此强大的魔人，竟在他一剑之下就断成了两截，这家伙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可很快变故就发生了，魔人断开的身体突然开始飞速愈合，随即猛地挥拳砸向空中的少年。轰的一声，这一拳的威力恐怖如斯，如果少年没有躲开，恐怕已经碎成了残渣。可下一秒，少年突然沿着手臂窜了出来，不等反应，他的身形一跃来到头顶，猛然一剑斩下了魔人的右臂。后者疼痛之下发出阵阵哀嚎，随即不顾一切的挥拳砸向少年，却不知他的破绽已经暴露无遗。霎时间，几道剑气划开了他的大腿，魔人的重心猛然偏移，一个踉跄朝着林中倒去。这番行为也彻底将魔人激怒，他冲着少年发出剧烈的嘶吼。团长看出不对，立刻指挥少年后退。可他的话音未落，周围的空气中瞬间凝聚无数剑气，紧接着在少年的操控下，一道狂风般的剑气爆射而出，整座森林顿时就被斩成了两半。这一剑可谓是彻底震碎了旁人的魂魄，任谁也无法相信这是一介凡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只见少年剑气所过之处，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烟尘。团长更是怔怔地愣在原地，原来都是真的，真的出现了赫尔王国的超级怪才。就这样讨伐队没有耗费一兵一卒，就彻底击退了这一波魔人。可少年却显得有些落寞，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在巨人出现的瞬间，他只觉得根本无法控制内心的愤怒，就好像自己彻底变了个人一样。思绪间，团长已经来到了少年身前，你应该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吧？少年沉思了片刻，随即低头向团长表达了歉意，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擅自进行了单独行动，十分抱歉。可回应他的却是团长爽朗的笑容，看来你很不擅长应对玩笑啊，你做得很好，多亏你快速处理掉了巨人，我们才没有受到巨大的损失，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说罢，团长便转身离开了这里。而此时父亲满脸担忧地走了过来，在确认了男孩没有受伤之后，他突然紧紧抱住了男孩，我真的非常以你为傲。这话听得男孩有些恍惚，随即同样张开双手抱住了父亲，谢谢你。而少年虽然拯救了所有人，但却依旧有人对他恨之入骨。他向身后的护卫下令，立刻开始执行计划。而不久后，团长便在少年的口中得知，原来他当时之所以会率先发现魔人，是因为这枚水晶吊坠提前感知到了魔气，
但令团长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这枚吊坠感知魔气的速度竟然要比司机的圣物还快。思绪间，男孩手中的吊坠开始泛出光芒，并指出了敌人正在左侧靠近。于是，在他的指引下，讨伐队迅速在左侧列阵准备。而片刻后，林中果然窜出了一群魔物，但讨伐队早已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很快便将魔物们给一网打尽。而团长也彻底相信了少年的话，于是便当即下令，从今往后，相较于司机的圣物，会优先根据你的话来判断魔物的位置。而此时的莱恩默默看着他们的背影，心中却早已是怒火中烧。时间很快来到黄昏，少年独自坐在树下准备吃饭，可突然胸前的吊坠却泛起了黑光。妹妹曾与自己说过，这就代表着他感知到了毒素，不过吊坠还带有解毒功能，只需等它颜色恢复正常就好了。男孩的眼神顿时一冷，虽然早就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没想到他们竟会做得如此露骨。男孩并不打算戳穿他们，一是为了不让父亲担心，二则是他不希望影响到这次的讨伐战。可少年在解完毒之后，却在碗底摸到了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不禁让他感到有些诧异，没想到还会有人帮我吗？而此时他的身后正隐藏着一个人影。吃完晚饭，团长却突然找到了少年，并表示要与他来对练一场。这一消息很快就在营内传开，所有人听说后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纷纷前来观摩二人的战斗。只见二人分别持剑立于空地两侧，突然团长的身上猛然散出威压。这场对练是为了衡量你的实力，所以我们便各自全力挥出一剑，并以此剑来一局定下胜负如何。闻言，少年没有丝毫动摇，斩钉截铁地应了下来。见状，团长的脸上顿时勾起一抹笑意，有意思，你比我想象中还要优秀100倍。可比是刚一开始他就感受到了威胁，因为少年身上散发出的气势就好像钢铁一般无坚不摧，并且此刻还在不断的膨胀，最后甚至变得如同山峰一般高大。这一刻，团长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自己若是不使出全力，恐怕立刻就会死在这里。随即只见他身上的气势猛然膨胀数倍，这一幕看得旁人瞳孔骤缩，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团长。这时一名着急吃瓜的小兵匆匆赶了过来，不料却被地上的石头绊倒，正巧就摔倒在了二人的中间，而两人也因此收回了气势。可团长却丝毫没有要怪他的意思，只是告诉少年比试就到此为止吧，已经足够了，从此刻开始，你可以不用征求我的同意单独行动，我承认你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专家级别。夜里，少年躺在床上久久没有入眠，因为无论是与巨人的战斗，又或是与团长的对练，都有一股强烈的感情在支配着他，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被人夺走了一般，似乎第一次梦到剑神时也是这种感觉。莫非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吗？少年静静看着眼前的剑神，瞳孔却突然猛地收缩。等等，为什么与曾经不一样了？那个男人为什么在生气？想到这，少年猛地醒了过来。平静过后，他陷入了沉思。每当梦境改变时，自己也会出现变化，可变化究竟是什么呢？而另一边，莱恩愤怒地质问着自己的护卫：“你确定你把毒药放在他的食物里了吗？为什么他看上去一点事情都没有？今天再给他下加倍剂量的毒药。”闻言，护卫的心头一颤，若是这样，恐怕会出人命的。这番话听得莱恩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现在是在我面前担心他吗？给我做好你的分内之事，别忘了你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而就在不久后，少年毫无疑问地再次解开了毒素。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次他也同样收到了纸条。很快，讨伐队便再一次踏上了征程。可还没走出多远，队伍前方的少年就突然停下了脚步。而在片刻之后，胸前的吊坠又一次亮了起来。下一秒，少年的身形如离弦之箭般爆射而出，所到之处果然有一群魔物出现。男孩的意念一动，阔剑赫然出现在手，随即一剑将魔物给斩成了两段。可几乎是在同时，他的身后猛地窜出几条黑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团长的身影及时出现，魔物群瞬间就遭到了他的灭杀。你的身后就交给我吧。而因为少年这几天出色的表现，队内的骑士们也越来越信任他。可就在他们走后不久，少年却盯着手心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自己变得愈发敏感了呢？现在的自己甚至能比吊坠更早感知到魔气，莫非这也是因为剑神的影响吗？而另一边，莱恩又一次冲着护卫大发雷霆，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反而更加活跃了？我看到他胸前的吊坠发光了，或许是他拥有解毒的功能。这话听得莱恩心中怒火更甚，为什么事事都不顺心？究竟要怎样才能压倒那个家伙？突然，莱恩似乎想到了什么，既然事已至此，那我也必须打败魔人才行。于是就在讨伐队抵达魔人的根据地时，莱恩便与团长请命加入了头阵。殊不知，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为讨伐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众人很快便进入了洞窟，可突然却有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士兵们顿时就被迷得神魂颠倒，而昏暗的洞窟也变成了辉煌的宫殿。少年深知他们这是陷入了幻境，可却怎么也吵不醒他们。这时，团长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即猛然发出一声狮吼，士兵们顿时就清醒了过来。然而，正当他们打算继续深入时，却看见了一位正在弹琴的曼妙女子。她用摄人心魄的嗓音缓缓说道：“欢迎你们的到来。”说罢，她的脑袋竟180度转了过来。要不要再听一首曲子呢？这一幕看得团长也不禁毛骨悚然。这家伙分明就长着人类的面孔，但却拥有着恶魔的力量。就连团长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魔人。而此时，莱恩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在心中不断告诉自己能够做到，一定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在艾恩之上。想到这，他竟直接闪身窜了出去。这个魔人必须由我来杀，就这样一剑把他斩碎吧。可下一秒，变故就发生了，魔人的发丝猛然变长，朝他袭来。莱恩迅速提剑格挡，可却发现他的头发
坚硬如铁，自己根本就无法斩碎。而这一幕也彻底激怒了魔人，他的发丝猛地化作一只巨手，眼看就要抓住莱恩，护卫却突然出现为他挡下一击，随即立刻大声交代少爷退后。可他的话音未落，魔人就迅速将他给拽了回去，随即冲着众人露出一个阴冷的笑容：“我们来做个交易吧，倘若你们愿意让我离开这里，我就放了这位英俊的骑士。”可闻言，团长的面色一冷，随即告诉盖恩领主不要接受魔人的提议。而领主在犹豫片刻之后，还是决定大声拒绝了魔人的提议。那还真是可惜了呢，可怜的骑士竟然就这样失去了生命，而且还是为了救那个愚蠢的少爷。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换个条件吧。说着，魔人的瞳孔猛然散出光芒，而莱恩此时才想起来逃跑，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早已动弹不得。就这样，莱恩也被魔人给抓了过去。见状，团长也不愿再坐以待毙，于是便当即下令全军突击。可盖恩领主这时却拦住了他们，这番行为无疑遭到了团长的质问，但他又怎会甘心看着自家儿子死去？于是便索性心一横，立刻叫来了自家骑士挡住他们。这一幕也彻底惹恼了团长，你这是在做什么？难道你以为我会坐视不管吗？给我闭嘴！我必须要救出我的儿子。而领主在与魔人确认了约定依旧有效后，便开始威胁其他2位领主帮助自己。见状，团长也不再留情，立刻向黄昏骑士团下令，凡是阻挡我们讨伐魔人的家伙，不论身份与地位，一律灭杀。看着眼前的这场闹剧，魔人顿时就大笑出声：可怜的骑士啊，他们竟然表现出了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那么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真是期待啊！说着，魔人突然注意到了什么，那个家伙是怎么回事？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保持那个姿势的？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闭着眼睛。见状，魔人顿时满脸的不屑，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可他的话音刚落，少年就猛地睁开了双眼，紧接着一道凝形剑气爆射而出，魔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整个身体瞬间就被其拦腰斩断。但魔人的恢复能力惊人，无论是怎样的伤口，只要体内的魔气足够就能治愈，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人质当作盾牌，为自己争取到恢复的时间。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少年根本就不在乎人质的安危，他只想除掉自己。少年意念一动，又是一股凝形剑气爆射而来，魔人的手臂瞬间断裂。这一刻，他才真正知道，若是自己再不出手防御，恐怕立刻就会丧命于此。于是他迅速丢掉了2名人质，转而用发丝包裹住了身体。少年一剑落空，魔人的心中顿时狂喜，接下来便能安心恢复伤势了。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体内的魔气竟然无法汇集，这也就意味着他根本无法疗伤。魔人彻底陷入了绝望，他根本就不敢相信少年拥有这种力量。但现实是残酷的，少年抬起阔剑，毁天灭地般朝他猛砸而去。而在这一剑之下，魔人的发丝竟然出现了裂痕。要知道，这可是比岩石还要坚硬的防御。此刻魔人的心中就只剩下了一个想法，那就是逃跑，不顾一切也要逃跑。可却只见少年的身上泛出阵阵金光，随即一剑斩出了剧烈的爆炸。这一幕彻底震散了旁人的魂魄。这个家伙还是人吗？然而此刻烟尘四起的洞窟中，却有一条黑影猛地窜了出去。见状，团长立刻闪身上前，猛然挥动长剑朝他劈砍而去。可却发现仅仅只有了下半身，原来这是魔人最后的保命手段。此刻他正用双手飞速狂奔，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早已被烟尘之后的少年盯上。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魔人都一直怒睁着双眼，这是多么的耻辱啊！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介凡人。魔人最终化为尘埃，消失在了原地。唯一能够证明他存在过的，就只剩下了地上那条夸张的裂缝。而洞窟中也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良久，他们才响起惊呼出声。帕雷伊拉之名顿时就响彻了整个洞窟。讨伐战大获全胜，整个队伍没有耗费一兵一卒。但骑士们心中都无比清楚，这一切都多亏了那名少年。而讨伐战虽然结束了，但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解决，那就是盖恩家族。他们做出了无法容忍的事情，但狡猾的盖恩领主却以中了魔人的幻境为由，表示那绝非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在场之人谁不清楚，当时他的头脑分明就很清醒，只是碍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所以根本无法定下他的罪责。而另一边，少年回想着与魔人的战斗，心中却无比的纠结，因为那时的剑根本就不是为了家族而战的剑，那一剑只不过是为了斩灭魔人而存在的剑。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位剑神吧？但为什么他总是会让自己变得如此混乱呢？思绪间，盖恩家族的护卫突然到访。他一上来便对少年表达了感谢，毕竟他被魔人当作人质时，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他的性命，就连自己的主君也毫不例外。是您在危机之中救下了我。随后他又向少年坦白了下毒一事，并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所有的处罚。可闻言，少年却起身走向了窗前。我并不打算轻易了结这件事情，只是现在的思绪有些混乱，所以今天就请回吧。而在护卫走后不久，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苦恼是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的。少年立刻转身望去，只见露露正耷拉着耳朵道：你最近过得还好吗？见状，少年立刻来到露露身前：你到底去哪了？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可闻言，露露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果然还是没脸见你。如果当时的我没让你觉醒魔术，你就不会与家人分别5年之久了，希利尔也不会那么伤心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但少年又怎么舍得怪他？况且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他的错。于是便伸手想要去抚摸他，可见状，露露却立刻躲到了远处。不要碰我，我是会带来厄运的黑猫，所有人和我在一起都会变得不幸，我还是不要出现在你面前的比较好。而就在露露打算离开时，少年却突然一个闪身抱住了他。从现在开始，黑猫就是幸运的象征了，因为接下来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我会比所有人都更加坚定地相信，你就是一只会带来幸运的哈基米。闻言，露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默默地依偎在少年的怀里。我好想你啊！不久后，少年将这5年内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露露，而他也得知了，原来露露一直都默默陪在自己的身边。之前遇见的白猫就是他假扮的，参加讨伐战时的纸条也是他写的，所以露露早已清楚他所有的一切。于是他便询问少年：“你在面对魔人时为何有一种陌生的感觉？”闻言，男孩便把剑神的事情告诉了他。露露沉思片刻之后做出了总结：这样说的话，似乎是梦中的剑神格外憎恨魔人，不对，应该是对恶魔的憎恶。如果他是150年前的人类，那么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不过那并不是重点，无论他有怎样的想法都与你无关。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正在被他的意志所左右。但是没关系，谁都会有产生动摇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疲惫而放下剑，但我知道你还是会再次重拾信心。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很累的话，那我就陪你一起举剑。这5年来，我也一直在努力运动了。少年看着露露秀肌肉的模样，不禁释怀地笑了。还好有露露在自己的身边，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自己一定还会满心忧虑吧。能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不过这么说来，自己似乎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呀。与馆主和伊利亚的约定，还有5年未见的伙伴们，他们如今又过得怎么样了呢？于是为了完成5年前定下的约定，少年来到了大陆最强剑术馆。只是由于天色渐晚，他们也只能找家旅店借宿。可刚一进门，众人的目光就纷纷落在了他的身上。突然，一名大汉拦住了他的去路：“你也是克鲁诺剑术馆的客人吗？”少年刚一回应，屋内顿时就传来了一片讥笑声，真是笑死人了！那家伙居然说他是克鲁诺的客人。虽然说谁都拥有挑战资格，但我劝你还是不要自不量力了。这番话听得少年一头雾水，最后还是在店家的解释下，少年才得知了其中缘由。原来对于每一位剑士来说，克鲁诺都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因此总会有带着剑的客人前来拜访。只是由于数量实在太过庞大，剑术馆根本就难以接待，于是便出现了迎客日，每隔2周都会举办一次。届时剑术馆将会派出1名剑士，只有在比试中击败了他，才会被允许进入剑术馆。而来到我们店里借宿的，基本上都是剑术馆的客人。说着，老板将少年带到了地下室内，并告诉他这里其实还是佣兵中介所，只有经过这里的测试，才能获得挑战克鲁诺的资格。你只需用剑敲击这个测量器，便能得到力量的精确数值。少年一脸好奇地来到测量器前，随即询问如果将它打坏了该怎么办。这番话不禁令老板大笑出声。放心吧，这可是魔导器，没有那么容易坏的。2位老板一脸坏笑地看着少年，打赌他绝对超不过200分。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们彻底傻眼。只见少年的手中凭空出现一柄巨剑，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少年猛然挥剑向下砸去，轰的一声，整片大地都颤抖了一下。不过让少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测量器果然完好无损。而此时2位老板已然惊掉了下巴，因为他们看见测量器上的数字赫然已经超过了1万。少年毫无疑问地通过了测试，也顺利领到了参加挑战的佣兵牌。而另一边，因为没有证据给盖恩领主定罪，团长此刻也是头疼不已。他实在不想轻易了结这件事情。然而就在他不知所措时，事情却突然迎来了转机。盖恩家族内，领主此刻正大发雷霆。讨伐战的事情虽然糊弄过去了，但他也失去了重振家族的最后机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家伙。可这时却有一人推门走了进来，听说讨伐战中发生了一件丑事呢。贵家族在艾恩少爷的饭菜里下毒，不知此事可否属实呢？真是无稽之谈！你打算以此来污蔑我吗？可他的话音刚落，莱恩的护卫就走了进来。他明确指出了盖恩家族的罪行，同时还决定成为本次事件的证人。盖恩领主彻底绝望了，而接下来迎接他的将是王国调查团的审判。结束此事的团长心情大好，但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拉拢艾恩加入黄昏骑士团。可来到帕雷伊拉领地，他才得知少年早已出发前往克鲁诺剑术馆。团长长叹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终究还是错过了这位人才啊。而另一边，剑术馆的迎客日正式开始，可出来迎战的剑士却是一位学生，这让众人顿时就感觉受到了侮辱。毕竟平时迎战的最差也是毕业生，如今竟然派出了一名学生，这不是瞧不起人吗？可艾恩见状却露出了一丝微笑，因为那位剑士正是曾经与他同届的学生兰斯。此时兰斯目光凌厉地望向众人，我非常理解各位的不满，所以我决定再附加一个条件，只要与我对练的客人当中，但凡有一位感到失望，我会立刻更换前辈上场。话落，便有一位大汉走了上来，击败你，那还不简单吗？说罢，他当即摆出了战斗姿态。兰斯见状微微一笑，需要让你几招吗？这话听得大汉当即怒火中烧，挥舞着阔剑就朝他猛砸而去。可在即将触碰到兰斯的瞬间，大剑却突然被弹飞了出去。这怎么可能？我分明就击中他了呀！不等反应，兰斯的身形紧随而至，猛地一剑击飞了他手中的武器。战斗结束，兰斯仅用一招就击败了对手。这也让剑士们彻底明白了，哪怕仅仅是克鲁诺的正式学生，也绝非就是等闲之辈。就这样，兰斯越战越勇，一路击败了数十名前来挑战的客人，最后甚至已经打得他们不敢再上去挑战。这时兰斯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于是便缓步走向了观众席。这一幕顿时吓坏了剑士们，纷纷祈祷着他别盯上自己。可没想到他却停在了一名少年身前。好久不见了，艾恩。而双方在一阵寒暄之后，少年也从兰斯的口中得知了，原来布莱特与朱蒂斯在几天前就已经离开剑术馆出去修行了，所以这次应该是见不上他们了。随后兰斯又表示要与他对练一场，5年没见了，就让我确认下你究竟变强了多少吧。随后2人便来到了演武场内，
少年意念一动，扩剑便赫然出现在他的手中。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兰斯。你还真是每次见面都会让人意外啊！但这5年来，我也没有丝毫懈怠哦，所以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闻言，少年露出一抹笑意。开始吧！话落，兰斯的身形瞬间暴起，猛地与少年相撞在了一起，双方互不相让。战斗刚一开始便各自使出了全力，出招的速度之快，更是一度让观众们眼花缭乱。但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少年并没有落入丝毫下风。而此时交战中的兰斯，神情却突然猛地一凝，为何总有一股熟悉的感觉？难道是？不对，这不可能，那就确认一下吧。想到这，他再一次挥剑迎了上去，可却依旧遭到了少年的击退。但他也彻底看出了，少年所用的招式根本就是布莱特的防御术。但更加令他震惊的还在后面。只见少年闭上双眼，进入了冥想。兰斯的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绝不能任由他使出那个恐怖的招式，那个他曾在最终测验中用过的，将整片大地一分为二的剑击。而少年在被兰斯打断之后，突然却变换招式来到头顶。接下来该换我攻击了。说罢，少年手中的阔剑猛然落下，这一剑也让兰斯彻底慌了神。别骗人了，这分明就是朱蒂斯的剑术。思绪间，少年再次挥出一剑，兰斯的身影顿时就被震退了数米之远。他不想接受这个事实，自己分明最擅长的就是防御，别以为那2个人离开后，自己就再也不会输给任何人，还是自己太过痴心妄想了吗？想到这，兰斯再一次提剑迎了上去，强烈的压迫顿时让少年感受到了威胁。他深知，只要自己稍不留神，便会立刻落入下风。然而此刻的兰斯虽然看似凶猛，但他的心中却无比清楚，现在的自己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因为这都是他们拼命努力才得到的力量。但自己又何尝不是？经过了无数风雨的洗礼呢？他不想就这样放弃。抱着这份信念，兰斯全力刺出一剑，但毫无疑问的，少年轻松避开了他的攻击。砰的一声，长剑被击飞了出去。战斗结束，兰斯却释怀的笑了。我果然还是无法战胜你。然而观众席上的露露这时却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他立刻闪身来到少年身前。有强者来了！少年回头望去，只见馆主已然出现在了身后。真是精彩呀！没想到你居然战胜了兰斯。少年刚想对自己的迟到表达歉意，馆主便立刻出言打断了他。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如今2位剑士相遇，就来一场剑与剑之间的对话吧。还是说你已经累到无法招架了呢？这个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男人，却要与一名少年比试剑术。可让他不曾想到的是，自己竟会在不久后的对练中感受到近乎死亡一般的威胁。战斗开始，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一上来便是火力全开。可馆主却显得从容不迫，随手一剑便将少年击退。攻击模式太单一了，你可以利用撞击时所产生的力量，亦可以借势提升速度与力量，但你的剑太过正直，就好似名牌一般一目了然。说着，馆主猛然一剑刺出，少年全力格挡之下，竟还是被震得双手发麻。有意思，莫非你刚刚是想用布莱特的剑术吗？不过太慢了。少年猝不及防之下，堪堪提剑挡下一击。可馆主的速度极快，猛地挥动左拳砸向他的胸口，少年瞬间就被击退数丈之远。你的攻击转换太过生疏，若是想要磨练多种剑术，就要将其柔和的联系在一起。少年心有不甘，厉声怒吼之下，身形再度暴起，随即只见周围开始飞速凝聚剑气。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兰斯，莫非就连伊利亚的天空剑也会吗？没等他缓过神，滔天的剑意已然朝着馆主爆射而去。然而等到烟尘缓缓消散，馆主却安然无恙地身处其中。砰的一声，少年再次被击退数米，还算不错，但比起先前的几招还有所欠缺。不过这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吧？闻言，少年似乎想到了什么，于是便当即闭上双眼，进入了冥想。台下的观众们见状都是满脸的疑惑，可唯独只有兰斯看出了端倪，是那个剑。而这时的少年已然睁开双眼，一股无形的剑气骤然划开了烟尘。这一幕看得兰斯陷入了疑惑，为何没有看见丝毫的剑气呢？可话音刚落，就只见一阵金光猛然泛起，馆主的瞳孔骤缩，随即立刻施展剑招挡住了这恐怖的一击。此刻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震惊，因为少年的剑气所过之处，赫然正是一道如同峡谷般的裂缝。但缓过神时，他们却再一次陷入了震惊。你们快看，那不是传说中只有剑道宗师才能使用的斗气剑吗？我本来不打算拿出这把剑的，但不得不承认，你十分的优秀。看来你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剑了。少年刚想回应，馆主便出言打断了他。不过你的内心正在动摇，你想问的应该也是这个吧？随即馆主转身面向众人，十分抱歉，本次的迎客日就此结束了。说罢，馆主便带着少年离开了这里。不久后，少年将这5年的事情全部告诉了馆主，而馆主也在片刻之后做出了结论：我虽无法为你的梦境提供解决办法，但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离开这里吧，剑士的面前有着无数条路，不必纠结于回避梦中剑神的意志。当环境发生改变时，你的眼界也会随之拓展，你的思想也会发生改变，这些都能够引领你内心的变化。或许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强，又或许会让你获得一把截然不同的剑。所以踏上旅途吧，去更加广阔的世界，寻找梦境剑神的答案吧。我知道一时间很难下定决心，所以慎重的去考虑吧。可馆主的话音刚落，少年便斩钉截铁的回应道：我会去的，我不会再一味的选择逃避了。而就在少年走后不久，一直不曾开口的副馆主却突然表示，那个孩子虽然十分的优秀正直，但他还称不上是一位剑士。馆主安然一笑，再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一定会找到答案的。于是就在第2天，少年便告别了剑术馆，踏上了前往
往西部武王国的旅程。据说那是个以剑闻名的地方，有着许多的剑术馆与剑斗场，并且朱蒂斯他们也前往了那个方向。可刚离开剑术馆，少年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原来5年前他离开剑术馆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一名半兽人占卜师，并且还送了他一张纸条，而上面的字也曾几度救赎过少年。看着他如今落魄的模样，少年还是心软，决定帮他一把。而露露则十分的警戒，因为他认为这个家伙实在太可疑了。直到半兽人吃完饭，拿出一颗木球送给露露时，他的态度才来了180度的大转变。而半兽人吃了少年一顿饭，于是便决定免费为他占卜一次。你的家里是不是有棵柿子树？这话听得少年十分不解，自己的家里连树都没有，更别说柿子树了。而露露也是满脸无语，这个家伙吃不上饭不是没道理的。闻言，半兽人长叹了一口气，随即一股无形的能量波动赫然出现，你内心的负担变得比以前还要重了。如果说当时的压力是藏在内部的，那么现在它就已经展现出来了。你的心中卡着一个笨重的铁桩，所以你的负担才会如此之大。而且扎下铁桩的还是一个与你毫不相关的人。此话一出，露露顿时就震惊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专业？原来半兽人刚刚使用的并非占卜术，而是精灵术。他看出了少年身上强烈的精气，生命的源泉是由5种气组成的，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平衡，这才产生了整体的协调。而你体内的铁桩打破了平衡，导致你的精气实在太过强大，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用相克的力量去压制住精气，也就是火之气。如果你能好好的压制住它，或许这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根铁桩虽然是个累赘，但若是经历了火焰的千锤百炼，它便能够蜕变成一柄无比优秀的剑刃。此刻少年已经无比震撼，他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你需要去培养心中的火苗，我能够看到5年前还不曾拥有火焰的你，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燃烧起来了。去行动吧，就像给火焰增添柴火一般，只要你为了目标而不懈的努力，那么火焰也会越烧越旺。听完这些，少年如梦初醒，他决定立刻就行动起来。可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半兽人却表示想与他同行，毕竟我已经在这片大陆游历了10年，只需稍微提供一点报酬，我就能为你们带路。而少年也是第一次踏上旅程，于是便欣然答应了下来。但其实半兽人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他想要亲眼看看这样一位绝世奇才的成长。一行人很快便踏上了旅程，可半兽人却建议少年前往西部之前，可以先去德林库看看，那里聚集着很多优秀的矮人铁匠，这应该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更换装备，而是去邂逅那些最擅长使用火和钢铁的人们。若是能亲眼看到铁锭被铸造为剑的过程，或许能够帮助你培养内心的火苗。闻言，露露也是大声赞成，那就先去观察铸剑的过程，然后再把这些精力加入到冥想修炼里吧。毕竟这对于在魔术世界待过的你来说，简直就是轻而易举。于是为了解开梦境的秘密，少年踏上了寻找答案的旅程，而他的第一站便是优秀铁匠们的聚集地德林库。但要想到达此地，就得穿越山贼遍布的哈德山脉。于是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便以佣兵的身份加入了商团，决定与他们一同穿越山脉。可一路上少年都是面色凝重，似乎有着什么心事。最后还是在半兽人的询问下，他才道出了自己的苦恼。我的剑从未真正伤害过人，但我十分清楚，哪怕是我不愿意，也会出现万不得已的情况。若是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能够毫不犹豫地出手吗？即便对方是山贼一般的恶人，我也无法堂而皇之地夺走他的性命。生命确实是个沉重的话题呢，但现在的你还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里的山贼头目主张和平，只要人们愿意支付通行费，他们便会放任大家离开。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更像是生意人。说着便有一群人迎面走了过来，看吧，他们正好来了呢。而此时的商人已然开始支付通行费，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山贼头目却像是变了个人一样，放下你们的货物，所有人立刻给我滚出这里。这一幕顿时让众人傻了眼，什么情况？这家伙以前分明不是这样的呀。而这时的少年突然面色一冷，身体竟不自觉地上前走去。那个家伙的身上有魔气的味道。露露见状立刻出言将他拦住，你该不会像讨伐战那时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吧？不会的，这次的魔气比较淡，我还能够保持神志清醒。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家伙看起来也不像是魔人啊。然而他们谈话间，却有一名剑士率先走了出去。山贼就是山贼，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这一幕看得商人们欣喜不已，是琉璃剑沃尔夫，看来我们有救了。而此时沃尔夫已然来到了头目身前，若是我们真打起来，想必你们也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都退一步如何？可他的话音未落，头目便猛地挥动手中铁锤，将他狠狠砸出了数丈之远。沃尔夫就这样被山贼一招击溃了。要知道他可是佣兵团的资深剑士。商人们此时也陷入了绝望，纷纷决定要交出货物保密。可此时的头目却又改变了想法，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糟糕，所以你们全都得死在这里。见状，少年似乎注意到了什么，于是便不顾阻拦地走了上去。头目顿时就眉头紧锁，你又是哪来的家伙？我是克鲁诺剑术馆27期的正式学生艾恩。此话一出，人群顿时一片哗然。27期不就是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吗？可闻言，头目却当即怒火中烧，你把我当傻子了吗？剑术馆的学生连佩剑都不带。说罢，头目的身形猛然暴起，手中铁锤已然朝着少年猛砸而去。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少年竟单手抓住了高速行驶的铁锤。我只问一次，你的项链是从哪里拿到的？这一幕顿时吓得头目瘫倒在地，可随即却又变得无比凶狠，我会让你死在这里。闻言，少年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离开时妹妹说过的话，
既然你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那就表现出相应的气场吧。当然，我可不是在担心你，我是担心被你那纯真外表欺骗而纷纷上来送命的家伙们。这一剑彻底让山贼头目陷入了绝望，连忙向身前的少年求饶，可他却仅仅只是拿走了项链，刚一握到手心，少年就感受到了无比浓郁的魔气。果然是项链在搞鬼啊！我最后问你一次，这条项链是从哪里得到的？可头目却表示自己记不清了，就好像是记忆被抹去了一般。少年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山贼已经没有了撒谎的必要，于是便拿走项链离开了这里。不久后，B型人终于穿过了山脉，而商人们也在谢过少年后离开了这里。可看着他们的背影，少年却显得有些落寞，自己也该继续开始剑术训练了。如果今天我没有足以压倒山贼的力量，那么他们应该还处于危险的境地吧？只有随着剑术实力的增强，我才会拥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半兽人露出一抹笑意，你说的对，德林库会聚集很多有名的剑士，为了得到匠人之剑，他们也会经常展开对决，这应该也能够助你增长见识吧？说着，半兽人的神情却突然一变，刚刚他心中的火苗是不是变得更加旺盛了？这时，少年突然拿出了阔剑，准备销毁这个充满魔气的项链，可见状半兽人却立刻拦住了他，这种东西不能随意破坏，否则可是会出事的。谈话间，却有一道稚嫩的声音传来：“你的剑好帅啊，我可以用宝物和你交换吗？我想把它送给我们的老大。”少年被问得一时语塞，愣了半晌才想起来拒绝了他。可露露的脸色突然一变，这孩子是个魔术师，而此时他已经开始在胸前翻找起来，随即拿出了一个巨大的黄金珠，这可是我用攒了1年的钱做的，我用这个和你交换吧，只要把钱喂给小猪，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见状，露露和半兽人当即妥协，要不我们就换了吧。这一幕彻底让少年无语了，但他还是拒绝了女孩，因为这把剑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闻言，女孩也只能抱着金珠离开了这里，并表示等到了德林库，你一定会改变想法的。夜里，B型人终于抵达了德林库，而他们也在老板的口中得知，整个德林库最优秀的铁匠出关了。那个叫做福尔甘的矮人族铁匠，他所铸造的剑是大陆上所有剑士都梦寐以求的。他会给自己爱惜的剑附上编号，人们通常将它称之为编号剑。在他所铸造的数百把剑刃中，仅只有9把剑被赐予了编号。最重要的是，编号剑的主人只有2种，他们要么即将成为剑术大师，要么已经成为了剑术大师。而就在2天后，他将会举办第10把编号剑的寻主大会。此话一出，众人顿时就沸腾了，纷纷向他打听该如何参加活动。少年自然也想要参加，但他的目的却不是编号剑，而是想要与强大的剑士们交手。说着，少年便起身离开了这里。见状，半兽人陷入了沉思，他果然很特别，分明所有的剑士都对此非常感兴趣，但他却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总感觉他距离剑士这个身份还相差甚远。而此时的少年同样陷入了苦恼，自己又被感情所掌控了。虽然这次解决的还算不错，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传说世间有9把神秘莫测的编号剑，它们出自矮人族的顶尖工匠之手，每一把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若是有幸得知，便能一举突破，达到剑术大师境界。如今第10把编号剑的寻主大会即将开始，一时间吸引了无数剑士前来参与，而少年也恰巧来到了这座城市，可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想与自己交换阔剑的女孩。刚想上前打招呼，一旁的露露却瞬间炸毛，那个男人是剑术大师。闻言，半兽人也陷入了震惊，自己游历大陆数十载，但却从未听说过此人，莫非是大陆上又出现了新的大师吗？思绪间，2人也注意到了他们，于是便相互打起了招呼。我叫奥格，虽然有些冒犯，但请问我能看看你的剑吗？因为妮雅一直说你的剑很厉害，所以我才感到十分好奇。而少年沉思片刻之后，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于是便当即展示出了自己的阔剑。可看见这一幕的奥格，周围却开始缓缓出现能量波动，少年顿时就打了一个激灵，这是怎么回事？抱歉，一不小心就看入迷了，果然是一把非常了不起的剑，也难怪妮雅会这么想和你换了。说完这些，他们便告别了几人，可少年却依旧满脸的严肃，那个家伙果然是个强者。突然有些好奇，那孩子口中的老大究竟是怎样的强者，才能同时将他们2个收为手下呢？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快看，是双胞胎剑士夏洛特和维克多。见状，半兽人也有些震惊，据说他们2人联手的实力已经足以媲美剑术大师，这次的大会恐怕不简单，你得小心点了。闻言，少年淡然一笑，我会把这次大会当作是学习的机会，更加认真努力的。半兽人沉默了良久，才决定要给少年一个建议。当剑士遇到一名优秀的对手时，通常会以对决的方式来打磨剑术，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单纯抱着学习的心态站在对手面前。如果你是一名剑士，就应该要抱着战胜对手的觉悟，只有这样，你才能逐渐与对手齐头并肩。听完这些，少年呆呆地愣在了原地，他似乎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究竟忽略了什么。于是，在谢过半兽人后，少年便回到了住所，一颗想要获胜的心，自己真的拥有过那种感情吗？翌日清晨，半兽人失落地询问露露，自己是不是说了多余的话，可露露却表示没有关系，你看，他正好下来了。
而半兽人在看见少年的瞬间，却当场就愣在了原地，他心中的火苗变得越来越旺盛了。不久后，少年来到了寻主大会的现场，发现这里果然聚集了许多有名的剑士。思绪间，矮人铁匠已经出现在了演武场内。想必大家也知道了，本次大会的奖品就是我所锻造的编号剑。大会的规则十分简单，所有人都可以上台对战，胜者留下，败者离开。但请你们记住，本次大会的目标并不是选出优胜者，而是找出那个能够引发我的灵感，助我造出第10把编号剑的家伙。那么寻主大会正式开始吧。说着，便有2位剑士走进了演武场，观众们顿时就震惊不已。一开始就是强者之间的对决吗？可此时台上的2人却火药味十足。兰德似乎特别厌恶眼前的剑士，认为他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甚至已经开始询问矮人铁匠是否能够彻底结束他的性命。福尔甘咧嘴一笑，听起来很有趣呢，我当然无所谓了。于是在他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只见兰德的身上骤然出现一道剑光，随即如同闪电一般窜了出去。砰的一声，2位强者猛然相撞在了一起。可等双方停下脚步，这才发现兰德的剑刃已然断裂。战斗结束，维克多拿下了本次对决的胜利。观众甚至都没有看清他们的动作，就连少年也是无比震撼。而此刻的演武场外，却有2道身影默默注视着一切。你确定是他们吗？是的，线从金色变成了红色，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说着，尼亚拿出了2只黄金小猪，随即只见他们变换成2道金线，猛地朝演武场内爆射而去，最终钻入了双胞胎剑士的体内。做完这些，尼亚却再次召唤出一条金线，并操控它进入了露露体内。奥格见状有些无奈，不是说好目标是艾恩吗？为什么要标记那只猫咪？露露一直都和他在一起，所以给谁都无所谓了。见状，奥格无奈地叹了口气，这种任性的小屁孩究竟是怎么成为魔术师的呢？虽然是根据他的内心决定的，但无论如何这份能力都太犯规了吧。只要不超过储存的钱的价值，这个存钱罐就能满足主人的一切愿望。而不久后，维克多一路击败了数十名挑战者，剑士们甚至已经认为优胜者非维克多莫属了。然而福尔甘却依旧不为所动，似乎根本就不看好维克多。而这时的少年也已经准备上场，在半兽人与露露的鼓励下，他缓步踏上了演武场。而维克多见状也露出了一抹笑意，那个少年还挺强的。此刻少年的内心无比坚定，是啊，自己又何尝不是拥有着一颗想要获胜的心呢？期中测验时，自己看着遥遥领先的伊利亚，心中所感受到的那份感情，不正是想要超越一切的斗争心吗？回忆起那份感情吧，我会为了胜利而战斗，无论面前是怎样的强者，我都会去打败他。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此刻福尔甘的神情竟然出现了变化，他立刻不顾一切地冲上擂台。我决定了，第10把编号剑的主人就是这位少年。这一幕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不满，对练都还没有开始，凭什么直接决定胜负？然而福尔甘却当即怒吼道，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说过，之所以选择举办这场大会，就是为了找到那个可以提供灵感的剑士罢了。因此大会就此结束了。说罢，他便令少年跟随自己离开。而双胞胎剑士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着恭喜少年获得了编号剑，并大方地表示他们愿赌服输。不久后，少年跟随矮人回到了铁匠铺，可半兽人却显得十分不爽，毕竟他们根本就不想要这把剑，却要被硬拉过来受罪。想到这，半兽人便冲他们走了过去，我必须得找他们要点补偿才行。很快他便向铁匠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首先你们得无偿为我们断剑，其次还要帮我们所有人制作配套的装备，最后则是你要允许我们参观铸剑的过程。福尔甘自然不愿答应这无理的要求，可半兽人接下来的一番话却又让他彻底改变了想法。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的实力已经太久没有起色了，所以你迫切的需要提升。恰巧这时出现了一位让你灵感爆发的孩子，于是你便想要趁此机会好好利用他。我说的没错吧？就这样，少年获得了全新的装备，就连露露也获得了全套的剑术装备。而在这之后，少年每天都会去参观断剑的过程，而他也终于开始试着在冥想训练中，用自己内心的火苗去熔炼那块坚不可摧的铁桩。就这样，时间很快来到1个月后，少年的冥想训练每天都在进步，而他们也准备好了离开这里。可满心欢喜的来到铁匠铺，福尔甘却尴尬的表示，目前暂时还无法锻造编号剑，毕竟铸造的材料也很难凑齐，所以至少还得1年时间才能造出编号剑。半兽人闻言十分的不爽，他认为一定是铁匠在耍他们，可少年却表示没有关系，毕竟他们本来就不是冲着剑来的。于是便告别了铁匠，再次踏上了旅程。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距离不远处的丛林中已然有人盯上了他们。就在几人准备继续踏上旅程时，却有一阵浓郁的血腥味随风而来，随即只见2位浑身血污的剑士赫然出现。这一幕看得几人瞳孔骤缩。你手上拿着的莫非是……没等说完，夏洛特便笑着打断了他，他是兰德呀，你们不记得了吗？半兽人见状顿时就愣住了，你们为什么要杀了他？不用这么惊讶，盯上你们的家伙实在太多了，处理这些人可是费了我们好大功夫呢。所以说呀，也是时候该支付一下辛苦费了吧，把编号剑交出来。闻言，露露瞬间炸毛，编号剑还没有制作完成，所以根本就不在我们手上，少在这里骗人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剑被那个少年用魔术藏起来了吗？若是你们实在不愿交出编号剑，那可就别怪我们无情了。我只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生都在行侠仗义的你们，却要因为一把破剑而做出这样的事情？闻言，夏洛特陷入了沉思，随即表情顿时阴沉下来。你什么都不懂，编号剑才不是普通的剑，它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我们在专家级别停留了30多年，为了跃升到大师境界，我们甚至已经献出了一生。可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无法突破。哪怕是现在，我们也依旧被关在这地狱中苦苦挣扎，这份痛苦
你是永远也不会明白的。见状，少年当即拿出了佩剑，因为他们身上的魔气实在太过浓郁。但令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人类的身上会有魔气？思绪间，两位剑士已然爆发，如同地狱般的魔气席卷而来。少年甚至已经不受控制的开始召唤出了剑神的意志。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却有一道浑厚的嗓音传来：“终于找到你们了，开始吧，尼亚！”随即，只见女孩砸碎金珠，唤出数道金光，紧接着金光交汇处的空间瞬间扭曲。这一幕持续撼动着旁人的眼球。这莫非是传送门吗？话落，便有一人从中缓步走了出来。这一刻，所有人的表情都凝滞了，因为来人正是神圣王国的黑骑士团团长，这片大陆的第11位强者伊格。而少年也似乎想到了什么，他不正是伊利亚说过的，曾经击败了他哥哥的平民吗？此时，伊格的目光落在了剑士身上，看来你们已经跨越那道底线了。我会给你们一次发言的机会，若是你们还有话想说，那就趁着现在说出来吧。这就是我最后的慈悲。话落，一股无形的威压猛然袭来，但此刻的双胞胎早已失去理智，他们的眼中只剩下了编号键，于是便发疯般拔出了佩剑。你们的回答还真是让我失望啊！说罢，伊格的身形猛然化作一条白线，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剑士身前。看样子，还是凄惨的结局更加适合你们了。这一幕顿时就吓坏了众人。回过神的维克多猛然挥动长剑，可却被伊格空手弹开。愣神之际，伊格的右腿已然袭来，砰的一声，维克多瞬间就被击飞了数丈之远。没等落地，伊格的身影紧随而至，又是一脚将他狠狠嵌入了墙体。而此刻距离战斗开始才仅仅只过去了几秒。与此同时，伊格的身形再次跟上，猛地一脚结束了他的性命。看吧，这就是一名剑士最凄惨的结局。这一幕彻底让夏洛特陷入了癫狂，他怒吼着挥剑砍向伊格，可下一秒，他的身前猛然划过一道弧线，夏洛特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的四肢便以悉数断成了2截。真可惜啊，你如今这副样子，早就已经不是人类了。到此为止吧。说罢，便有一阵血光飞溅而出。就这样，双胞胎在片刻之间遭到了抹杀。一旁的半兽人同样感到难以置信，虽然说他是大师级别的剑士，但这也实在太过恐怖了吧。这时，尼亚抱着佩剑跑了过来，并勤快地为伊格擦起了鞋子。然而就在他们谈话间，一直沉默不语的少年却打断了他们。为什么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夺走他人性命？我并不是要讽刺你，只是真心的对此感到疑惑罢了。而伊格的视线也在此刻与少年对上，但他却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直接叫出了他的全名。从此刻开始，我便正式任命你为神圣王国所属的黑骑士团团员。少年愣住了，就连身后的半兽人也是无比震惊。他为什么会认识艾恩，并且居然还邀请他加入黑骑士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少年在沉思片刻之后，竟然直接拒绝了伊格，真是毫不留情的回答呀！神圣王国可是比你想象中要好得多。然而没等他说完，少年却再一次拒绝了他。抱歉，无论你如何说服我，我都不会加入骑士团的。闻言，伊格的眼神一冷，少年顿时就打了一个寒战，随即一双无形的眼睛骤然出现。露露很快看出了端倪，这和之前奥格做过的一样，他在窥视艾恩的内心。随后，伊格深深叹了口气：“我听说了你的故事，一个心中怀着铁块的少年，而且那并非普通的铁块，是连傲慢的福尔甘也会垂涎3尺的精炼钢铁。即便是我，也无法对你不感兴趣。不过如今亲眼一看，你似乎还未能成为钢铁的主人啊！我最后再说一遍，我要将你任命为黑骑士团的团员，请你不要误会了，这不是邀请，而是命令。”可少年依旧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此时，就算伊格的脾气再好，也难免会发怒。你没有选择的权利，难道你想被自己无法掌控的力量支配，然后为大陆带来不可磨灭的风波吗？见状，露露立刻挡在少年身前：“你这个魔女！”艾恩都说他不想去了，他一定会战胜那股力量的。伊格顿时露出一抹邪笑：“会说话的黑猫啊，我很中意你呢。”闻言，露露顿时就被吓了一跳，于是连忙抱住了艾恩的大腿。总之，他是哪里也不会去的，你就别白费力气了。这时，少年表示自己一直都在努力，可伊格却不愿相信他，毕竟那股力量的强大，又怎是一个少年所能支配的呢？我可以向你证明，我能够支配心中的钢铁。我曾与黄昏骑士团长对峙过，他所散发的斗气已经强到足以媲美魔人。虽然那时的我没有注意到，但我能够确定，那份斗气刺激到了我内心的铁块。倘若你也能向我展示那样的斗气，那么我就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意志力。伊格的面色一冷，也就是说，你想要与我一战吗？克鲁诺剑术馆第27期学生艾恩向黑骑士团长伊格申请对战。这一刻，时间仿佛凝滞了。虽然说更多的是难以置信，但伙伴们还是选择了相信他。伊格曾葬送过无数魔人，所以他的气势一定足够强烈。但是我相信艾恩一定能够承受那份气势。而此时的少年已然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生气呢？难道是因为伊格的过去吗？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绝不会再被剑神所掌控了。看样子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也要上了。于是，在少年准备好后，伊格猛地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气势，而少年在如此威压之下，竟然不受控制地出现了剑神的意志。见状，伊格的面色一冷，他果然还是无法掌控这股力量。可下一秒，少年却又收回了所有气势，并凝神进入了内心世界。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利用这份感情，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越是愤怒，心中的火苗就会变得愈发旺盛。只要拥有如此强烈的火焰，我就一定能够战胜自己。说着，少年猛地举起心中的铁锤。
这一幕直接看呆了在场众人，因为少年真的压制住了这股力量。而伊格见状也来了兴致，这不是挺厉害的吗？此刻少年一声怒喝之下，身形如电般爆射而出，一剑落空。少年迅速调转身形，猛然一剑数斩而下，却再次被伊格轻松闪避。少年心有不甘，身形一闪再度靠近，可伊格的速度极快，少年连挥数剑都不曾击中。这一幕看在露露眼里，似乎是少年占据了上风，可半兽人却不这么认为，因为直到现在伊格都还未曾挥出一剑。思绪间，少年已然来到跟前，伊格的眼神一冷，随即一剑迎上了他的攻势。这一剑看似无力，但却击退了以力量闻名的阔剑。不等反应，伊格再次挥出一剑，轰的一声，少年瞬间就被击退了数丈之远。强烈的惯性更是让他失去了重心。然而还没等他稳住身形，伊格的身影猛然出现。你在发什么呆呢？说罢，伊格一剑挥出，强悍的剑气瞬间席卷了整片空地。此刻少年只觉得无比疲惫，似乎立刻就会昏厥过去。而伊格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失望，就这么结束了吗？可下一秒，少年的牙关一锁，松开的手却又猛然握住剑柄，紧接着身形如电般接近伊格。这一剑的威力极强，若他不是伊格，恐怕早已死在了这里。少年回过神时，伊格的拳头已然击中他的小腹，瞬间就将他给击退了数丈之远，直到狠狠撞入墙壁方才停下。少年彻底昏厥了过去。见状，奥格询问是否要将他带走，可伊格却淡然一笑，他已经向我证明了自己，那个家伙刚刚可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击败我。不久后，少年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可迷迷糊糊一看，却发现伊格正坐在自己身边。既然你已经醒了，那么就做个了结吧。说着，伊格掀开了少年的衣服，这可把露露给吓了一跳。你在干什么呢，变态魔女？伊格没有理会他的无礼，只是施展神圣魔法为少年疗伤。不久后，少年的伤势恢复了大半，于是便向伊格问出了自己的疑惑：你的剑是什么？闻言，伊格露出了一抹笑意：你们克鲁诺的人都喜欢问这么高深的问题吗？我的剑是为了成为王而存在的剑。此话一出，半兽人顿时就吓了一跳：你疯了吗？难道你想要谋反吗？伊格没有急着反驳，而是让他拿出腰间的吊坠。虽然如今是和平时代，但在150年前甚至更早，每当发生战乱时，大恶魔就会猖獗于世。但是你们应该也清楚，现在的世界也并非风平浪静。我不知道该如何救援那些受苦的人们，更不知道要如何抑制那些流入人类世界的丑恶事物。于是我便有了这个想法，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亲手创立一个和平自由的国度。说着，伊格叫住了露露。享受当下的幸福固然不错，但若是想要守住珍贵的缘分，你还需更加努力一些。说着，伊格又叫住了少年：你相信谁？少年沉默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相信我自己，我有对自己的确信，也正是因为这份确信，我才能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目标迈进。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见的话，我依旧会向你发出同样的邀请，但下一次可就不再是对你心中的钢铁了，而是对你埃恩帕雷伊拉。说着，伊格便从窗台跳了下去。半兽人和露露顿时就被吓了一跳，还没缓过神，身旁就传来了少年的声音：当伊格解决掉双胞胎剑士的时候，我认为那是正确的行为，但那个时候我却还在原地犹豫。我对自己感到非常愤怒。伊格能够坦荡地坚持自己的道路，可我却做不到像他一样。直到刚刚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在羡慕那个人的觉悟啊。第二天，一行人再次踏上了旅程，他们准备前往一个名为拉迪翁的城市，据说那里拥有着许多剑术馆。经过了几天的舟车劳顿后，他们决定先找个旅馆休整一天。而一进旅馆，半兽人与露露就急忙跑去了厕所，只留下少年一人待在原地。突然一阵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少年猛地回头望去，发现竟然是朱蒂斯与布莱特。而此时的朱蒂斯也被吓了一跳，他难以置信地询问少年是不是艾恩。少年正打算回答，半兽人和露露却突然挡在了身前：你们想对艾恩做什么？此时半兽人的脸上已然冒出了冷汗，因为他能够感受到那两个人很强。这时少年打断了紧张的气氛，并表示他们其实是自己的朋友。尴尬化解，朱蒂斯缓缓来到了少年身旁：你长高了不少吗？说着，朱蒂斯猛地勒住他的咽喉：你这臭小子，分明就约好了马上回来，怎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少年艰难地表示说来话长，而朱蒂斯这时也消了气：既然这样，那就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们久违的再打一场怎么样？就这样，几人来到了一个废弃演武场内，双方准备就绪。少年也拿出了自己的阔剑，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两人。还是在露露的解释下，他们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魔术。而朱蒂斯见状，顿时来了兴致：看来这5年你也没有懈怠啊，那么我要上了。说罢，朱蒂斯的身影化作一条红线，猛地与少年相撞在了一起。可交手数招后，朱蒂斯却显得有些疑惑，这莫非是布莱特的？思绪间，少年已然靠近，砰的一声，朱蒂斯瞬间就被击退了数米。可少年的速度极快，又是一剑重击落下，这下就连布莱特都确定了，少年现在用的就是朱蒂斯和自己的剑术。这些年你小子究竟在做什么呢？少年同样露出一抹笑意：你不是让我以后再说吗？谈话间，布莱特却冲了上来：朱蒂斯，你先下去，让我来和他打。既然这样，那就3个人一起打。战斗一触即发，布莱特率先发难，手中长剑如闪电般横扫而来，一剑落空。布莱特迅速转换招式，再次出击，但却都被少年给轻松化解。还真是奇妙的感觉呀！莫非只是看了一次就记住我的招式了吗？
少年刚想出言回应，朱蒂斯便猛然一剑分开了二人。别在战斗中分心那混蛋！话落，只见他手中长剑横扫过来，少年顺势一跳，随即猛然展出一道月牙般的剑气。布莱特见状，当即趁虚而入，长剑如同雨点般刺向朱蒂斯，但好在他的反应极快，身形迅速向后暴退，化解了攻势。与此同时，少年的剑气再度袭来，布莱特只能撤回长剑，狼狈闪避。可刚一落地，少年却借势再次落下一剑，砰的一声，布莱特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可他的嘴角却升起了一抹弧度，又多了个空有力气的笨蛋了。此时台下的半兽人已经陷入了震惊，真是精彩呀！他们都在全身心的享受这场战斗。就这样，直到黄昏，三人也没能分出胜负，但他们的心中都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这5年来大家都在努力提升。最后，朱蒂斯提出想要再看看那一招，那个在最终测验中展示过的树斩。闻言的少年点了点头，随即紧闭双眼进入了冥想。下一秒，一道强悍的剑气猛然爆射而出，而随着烟尘缓缓散去，演武场内赫然多出了一条夸张的裂缝。朱蒂斯二人依旧如同当年那般震撼，但与曾经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的脸上已然没有了嫉妒与不满，更多的则是对于伙伴的认同。回去的路上，布莱特与少年聊着曾经的往事，露露则小心翼翼地来到了朱蒂斯身旁，他毫不吝啬地夸奖着朱蒂斯的剑术，并掏出几颗拳头大的宝石准备赠送给他。可朱蒂斯见状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还是在布莱特的询问下才得知，原来他曾听说黑猫是不幸的象征，害怕因此而遭到他的诅咒。可不料露露竟然听见了他们的悄悄话，当即便冲到少年的怀中嚎啕大哭起来。这天夜里，少年将5年来的遭遇全都告诉了伙伴，包括在梦境中沉睡了5年，以及梦中不断挥剑的那个男人。原以为听完这些的他们会感到十分荒唐，可得到的却是令他意外的回答。其实一开始我还有点生气，我本以为我是同龄孩子中最努力的人，但自从在剑术馆遇见你后，我便改变了想法。没想到世界上还有你这么努力的疯子，可如今却得知那是借助了梦境剑神的帮助，所以我才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耍了一样。不过仔细一想，你为了战胜那个不断挥剑的疯子，独自一人努力了那么久，一定很累吧？所以说辛苦你了。听见这话的少年鼻头一酸，但还是忍住笑着感谢了朱蒂斯。这时只见布莱特露出一个骄傲的笑容，那都是多亏了我的指导啊，所以说就尽情的感谢我吧。朱蒂斯闻言当即便与他争吵起来，这一幕看得少年有些恍惚，仿佛又回到了剑术馆时一起努力的日子。而在不久后，众人为了庆祝相遇，纷纷喝到了上头。布莱特与半兽人相互吹起了牛皮，朱蒂斯更是哭着抱紧露露，不断道歉。这一幕看得少年也显得有些无奈，真是一群令人操心的伙伴啊。翌日，朱蒂斯得知了少年即将前往拉迪翁后，当即便气得向他们吐槽起来，那里的剑术馆全都不愿接受对练请求，有名的剑士们甚至都不愿见我们一面，真是一群令人无语的胆小鬼。而就在少年和露露不知所措时，朱蒂斯提出不如和他们一起前往帕尔迪，据说那里聚集着许多自由洒脱的剑士。于是就这样，众人便一同结伴踏上了旅程。途中，朱蒂斯经常会找少年对练，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朱蒂斯竟然已经掌握了斗气剑，那可是足以匹敌剑术大师的招式。而布莱特很快便道出了其中奥秘，原来这个招式暂时还没有完成，只能起到威慑作用，无法形成实际的伤害。不过自从学会了斗气的应用方法后，布莱特也逐渐明白了一件事，艾恩其实早就学会了斗气应用法中的2大要素，他是在3人当中最有可能成为剑术大师的人。此时的少年已经在对练中败下阵来，这已经是他7天来输掉的第9次对练。少年不禁感到有些失落，3人之中最弱的果然还是自己啊，看来还是需要加倍努力才能争取加入他们的队列之中啊。于是当天夜里，少年便开始了加练，脑海中再次响起了馆主的忠告，单纯模仿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意义，我必须要找到自己剑术的重心，再辅以布莱特和朱蒂斯的剑术，最后完成属于我的剑术。而在几天后，少年终于首次在对练中占据了上风，这让朱蒂斯感到十分不甘，你这家伙也太犯规了吧，为什么突然间又开始变强了？而半兽人看着落败的朱蒂斯却显得有些诧异，他的身上拥有非常强大的火之气息，这种性格的人绝不会甘愿就此败北，或许对他来说，平息这份火焰才是他的主要课题。可令半兽人没有想到的是，时间仅仅过去了2天，朱蒂斯便再次以压倒性的剑术战胜了少年，这绝非偶然，他的动作中参考了艾恩的剑术动作，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提升，这绝对是与生俱来的才能，以及对于胜负的那股强烈执念。而半兽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明白了，这些人绝非是他能够随意判断的孩子，他们相互成就了对方的成长。几天后，众人终于顺利抵达了剑士们的聚集地帕尔迪，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便找到一家剑术馆，并表示想要与这里的优秀剑士切磋。可不料他们非但没有遭到拒绝，反而被馆主给热情邀请了进去，因为他一眼便看出这群青年并非泛泛之辈，看来这场对练恐怕需要自己亲自出手了呀。听见这话的众人都显得有些震惊，唯有朱蒂斯兴奋不已，那可真是太好了。对练是以1对1的形式展开，于是少年便决定第一个挑战馆主。随着教官一声暴喝之下，比赛正式开始。馆主的身形如同闪电般爆射而出，就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强吧。然而他的念头才刚刚落下，就只听砰的一声脆响，
少年的木剑已然落在了他的头顶。这一幕顿时就看傻了众人。怎么回事？艾恩把馆主给干掉了。少年仅用一剑，就在对练中击败了专家级别的剑术馆主。这一幕顿时就惊掉了旁人的下巴，就连少年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不过好在馆主的伤势并无大碍。一番询问过后，他才得知，原来眼前的几位青年乃是来自大陆最强剑术馆的学生。看着此时不断出言致歉的他们，馆主的面色顿时一沉。看来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啊！剑术大师虽然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境界，但对于实力普通的剑士来说，剑术专家就已经是他们所能触及的最高境界。这座城市的剑术馆主都是专家级别的，也就是说，这里的馆主几乎全都不是你们的对手。可闻言的他们非但没有感到震惊，反而还显得有些失落，这也成功勾起了馆主的好奇心。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比你们更强的人，他虽然不是剑术大师，但却比一般的剑术大师还要出名。他就是当今世上的第101位强者罗斯特。听说他最近正在开展剑术指导对练，或许你们可以去找他试试。听见这话的朱蒂斯顿时就来了兴致，那我们快点去挑战他吧。于是众人在馆主的带领下，当即便来到了罗斯特的宅邸。可由于拜访他的客人实在太多，所以只有通过测试才能获得挑战资格。测试内容是用武器击打测量器，只要分数超过5000就算合格。于是为了让这群孩子们开开眼，馆主随手就破了一个最高纪录，而这个成绩也成功激起了少年的斗志。可正当他换出长剑准备开始测试时，却被管家告知不能使用魔法剑。无奈之下，少年只能换成了普通的长剑。随着管家一声令下，少年猛然挥出一剑，轰的一声，显示器上的数字顿时开始飞速暴涨，最后赫然定格在了18000分。这个成绩直接就惊掉了管家的下巴，没想到一个孩子竟能打出这种成绩。而接下来便轮到了布莱特与朱蒂斯，他们的分数虽然不及少年，但也已是场内数一数二的存在。可朱蒂斯见状却显得有些失落，这次也是我排在最后啊。而随着测试的结束，罗斯特的指导对练也正式开始。由于合格者的数量较多，于是便决定采用3对1的方式进行指导。很快便轮到了馆主与朱蒂斯等人参与对练。可布莱特却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便把这个想法悄悄告诉了馆主。而馆主也觉得此事非常有趣，于是便表示包在自己身上了。不久后，馆主也在对练中败下阵来，接下来便只剩下了布莱特3人。可馆主这时却提出了一个赌注，若是你在下一场比试中赢了，那他们就会听从你1个月的吩咐，但你若是输了，你就要给他们进行为期1个月的个人指导。闻言的罗斯特顿时就笑着答应了下来，丝毫没有注意到馆主此时阴险的笑容。随着少年等人来到演武场内，罗斯特才注意到事情的不对劲，这些孩子一看就是剑术专家呀，为什么你没有提前告诉我？可赌注已经定下，此时想要后悔已经为时已晚，没有丝毫的犹豫。少年猛然提剑开始进攻，罗斯特匆忙提剑挡下，可长剑传来的分量却让他震惊不已，看来自己必须得速战速决了。想到这，他猛地挥剑震开少年，刚想发起反攻，节奏却被突然出现的布莱特打乱。与此同时，朱蒂斯也已来到身后，无奈之下，罗斯特只能利用身法暂且拉开距离。他们3人的默契很好，自己必须想办法制造出1对1的局面。可这个想法才刚一落下，顿时就有一股剑气迎面袭来。罗斯特匆忙俯身避开，可凝神一看，却发现少年已然来到跟前。千钧一发之际，罗斯特的身形迅速暴退，避开斩击。可布莱特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罗斯特彻底陷入了劣势，这也让他决定拿出真正的实力。随着他再次睁开双眼，一股锋利的斗气猛然向四周扩散开来，强悍的威压顿时就让众人难以喘息。我承认你们确实很强，所以接下来我也要认真了。还是朱蒂斯率先缓过神来，他决定先发制人。可罗斯特见状却直接丢出了手中长剑，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但更加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只见罗斯特的身形猛然在原地消失，下一秒他的身影赫然出现在布莱特头顶，并且已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柄短剑。这一幕顿时就让布莱特慌了神，因为他无法猜出对手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进攻。可不想就是这短短1秒的犹豫，罗斯特的短剑已然悬停在他的胸口。你输了。罗斯特刚刚丢下这句话，短剑上就赫然映出了少年的身影。罗斯特迅速转过身来，猛地一脚踹飞了试图偷袭的少年。与此同时，朱蒂斯的身影飞速靠近，但却同样被罗斯特给轻松避开。下一秒，他的短剑便出现在了朱蒂斯的脖梗处。看来已经结束了呀。说着，他便将视线落在了布莱特身上。你的剑术十分稳定，但你的预判能力明显不足。方才若是能够早点做出反应，或许就不会输得那么彻底了。接下来则是你的攻击模式太过单调，身为一名剑士却只会使用斩击，这代表你根本没把武器的性能发挥到极致。那么接下来就剩下最后一个了，就让我再陪你玩玩吧。我会把先攻的机会交给你，试着用尽全力向我挥剑吧。此话一落，朱蒂斯与布莱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竟然把先攻交给艾恩，你一定会后悔的。但罗斯特显然没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依旧决定让少年率先出手。而随着他凝神进入冥想状态，一股强悍的斗气缓缓在他身上浮现。此时的罗斯特终于察觉到了异常，这个家伙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庞大的斗气？眼看少年已经将斗气凝聚完毕，正准备出手，罗斯特却突然开口打断了他：我认输，我认输，所以赶紧把你那恐怖的剑放下吧。他
明明是这片大陆的第101位强者，可却仅仅只是看见少年凝聚斗气，就直接在对练中举手表示投降。因为这一刻，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若是让少年成功挥出一剑，能否接下不谈，自己的场馆恐怕会被当场批爆。没办法，罗斯特只能按照先前的约定，为少年等人进行为期1个月的剑术指导。于是第二天，他便带着几人来到了一片场地，没有过多的介绍，罗斯特直接启动了角落的魔法开关，而身处阵法中的少年等人顿时就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重力。首先要培养出强健的体魄，才能够更好的利用体内的斗气。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将我身后的那堆石头搬到左边去。若是无法完成，那你们还是趁早离开吧。说罢，罗斯特便转身走出了场馆，直到3个小时后才悠悠回到此处。可凝神一看，却发现他们仅仅只搬了寥寥数块石头。罗斯特正准备开骂，一旁的管家却满脸得意打断了他。这已经是他们进行的第3轮了，他们早在午饭前就完成了规定的数量。不过似乎他们还想继续训练一会儿呢。罗斯特咬牙转身离去，他并不觉得这些人能够撑到30天。可接下来的几天，少年等人的训练愈发刻苦，甚至一刻也未曾生出放弃的念头。这也让罗斯特对他们的看法有所改变。夜里，躺在床上的露露询问少年，为什么都过去1个星期了，罗斯特还不开展剑术指导呢？该不会他101位强者的名号是假的吧？少年没有回答，因为他明白这个称号对罗斯特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个值得自豪的称号。而罗斯特其实也很清楚，他们之所以会有那样的眼神，并非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才能，因为年轻时的自己也曾拥有过像他们一样熊熊燃烧的双眸。于是罗斯特第2天便找到了几人，并表示要按照他们各自的问题指导剑术。而第一个指导的人便是少年。经过2人的一番剑术对决后，罗斯特直接说出了其中不足：你似乎总会将自己放在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若是对上朱蒂斯那种敏捷型的对手，那么你就会一直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你的速度虽比他慢，但这并不代表你只能以被动的姿态反击，你可以持续向外拓宽自己的领域，不断的去侵略对方的地盘，从而制造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环境。如此一来，对方便会陷入无法逃脱，甚至无法进行反击的状态，而最终他便会彻底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番指导下来，少年终于明白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便再次开始了自己的修炼。而在几天后，朱蒂斯已然彻底不是他的对手，但他却始终不甘如此，坚持要与少年继续进行对练。这一幕令罗斯特陷入了沉思，直到片刻后才出言叫住了朱蒂斯，并表示自己有话要与他说。而在不久后，正在吃饭的少年与布莱特突然听到屋内传来了一声怒吼，紧接着朱蒂斯便怒气冲冲地摔门走了出来，这让少年与布莱特疑惑不已，于是当即便来到了屋内询问。罗斯特见状微微一笑，每当我看见你们，总能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个光是能够挥剑就能感到满足的曾经。原来罗斯特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登上了剑术专家的境界，甚至一度被称之为下一位剑术大师，但现实却十分残酷，这片大陆依旧有着比他优秀的剑士，在与他们的比较和竞争中，罗斯特变了，变得再也无法集中钻研属于自己的剑。若是巧妙地利用竞争与胜负欲，或许将会成为提升剑术的一大助力，但想要维持一个适当的度却十分艰难，更何况他的身边还有你们这群优秀的天才，所以他自然也会更加着急。我只是提醒他不要一味地沉浸在竞争中，而是要去找回自己挥剑的初心。不过这番话似乎起到了反效果了。罗斯特的话音刚落，朱蒂斯就推门走了进来，他支支吾吾地与馆主表达了歉意。我承认，为了跟上他们的步伐，我一直都在勉强自己。不过我从来都不是因为热爱而选择的拿剑，我举剑的原因是为了生存，因为竞争与胜负直接关乎到我的生死，所以我的初心就是竞争。倘若不断突破极限能让我打败那些天才，能让我不断地向上攀爬，那么无论这个过程有多么艰苦，那我认为自己都可以承受。罗斯特愣住了，因为他从这个少女的身上看见了比曾经的自己还要旺盛的决心。时间很快来到1个月后，少年等人的剑术指导终于结束。临行之际，罗斯特为他们推荐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证明之地，那是卡利亚王国最有名的剑斗场。不过最近出现了一名天才剑士，他的出现使得剑斗场的水平越来越高。说起来他似乎与你们一样，也是克鲁诺剑术馆的27期学生呢。他就是证明之地的首席，似乎是叫做伊利亚吧。之后3人便再次踏上了旅程，一路上他们都显得十分兴奋，毕竟此行能够见到曾经的伙伴。可布莱特的眼神却有些飘忽，似乎是有什么心事。在2人的询问下，这才得知，原来当年的最终测验结束后，回到家族的伊利亚却发现自己哥哥失踪了，他甚至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林赛家族苦苦寻找3个月没有任何进展，于是世人纷纷开始猜测卡尔已经离开人世了。这件事情也给了伊利亚很大的打击，那些嫉妒他们的人也开始不断嘲讽林赛家族的未来。不过如今似乎不用担心了，若是他真的被周围人的嘲讽打败，那么他绝不会站在现在的位置上。几天后，众人顺利抵达了卡利亚王国，不过他们发现这里的2极分化十分严重，虽有许多富可敌国的贵族，但街上也随处可见都是乞丐。还是在半兽人的解释下才得知，原来这座城市就是因盛行赌博而闻名，并且还因此建立了许多剑斗场，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欲望。这时突然一位
位票贩子冒了出来。在得知他有证明之地的冠军门票后，少年当即便斥巨资买下了门票。时间很快来到下午，证明之地的冠军赛正式开始，而少年等人也已经来到了观众席上。在众人热烈的欢呼声中，今天的挑战者正式上台。他是国王等级排名第2的剑斗士库珀，而他的对手正是长胜不败的剑士伊利亚。随着他拔出腰间佩剑，台上的欢呼声顿时就达到了高潮。可布莱特等人却显得无比震惊，因为伊利亚手中拿着的正是剑术大师所拥有的斗气剑，并且他的表情十分冷漠，甚至无法从中看出一丝情感。随着欢呼声的落下，比赛正式开始。伊利亚率先出手，身形一闪便已挥出数十余剑。这番极快的攻势下，库珀顿时感到无比窒息，甚至强如自己也只能勉强避开攻势。然而这个想法刚一落下，伊利亚的长剑却已然来到他的胸口，轰的一声，库珀顿时就被击退了数丈之远。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于是他迅速调转身形，并以极快的速度持剑刺向了伊利亚。然而下一秒，后者微微侧身，便轻松躲开了他的全力一剑。伊利亚冷漠地瞥了他一眼，随即便毫不留情地斩断了他手中之剑。毫无疑问，伊利亚再一次拿下了胜利。观众席上顿时响起了如同雷鸣般的欢呼。可少年见状却愣在了原地，但这并非嫉妒，而是因为他能够感受到，在伊利亚拔剑的那一刻，出现了一股与魔气十分相似的黑暗气息。于是为了能够见到伊利亚问个明白，少年独自来到了一家酒馆搜集情报。可就当他来到前台，并询问如何才能见到证明之地的冠军时，一旁的大汉却露出了一抹邪笑。小子，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消息，不过你得先和我打个赌。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相互在对方的脸上来一拳，若是一方昏倒或是投降，就算赢了。少年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他，毕竟入乡随俗，如果这就是这里的规矩，那自己也就只能奉陪了。真是狂妄！话落，大汉猛然抬起拳头，下一秒便如子弹般爆射而出。这一拳的威力极大，甚至令少年的身形都后退了几分。大汉顿时发出兴奋的笑容：“还不错嘛，小子！如果第一拳就昏倒，可就太无趣了。”然而他的话音未落，就只见一道劲风猛然扫过，随即他的脸颊瞬间凹陷，一股无法阻挡的冲击顿时将他击飞，顷刻间便狠狠撞向了酒馆的墙体。直到昏厥时，他也未曾看清少年究竟是什么时候挥出的这拳。这一幕也让周围的小弟们瞬间呆滞。不过眼看自己的大哥成了如今这般模样，他们还是决定要给少年一个教训。然而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一名男子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我是首席记者星慈，若是你们还想继续找他麻烦，那么我敢保证明天这间酒馆就会登上头条。”闻言的众人这才有所收敛，随后星慈便让少年跟随他离开，并表示自己能够提供他想要的情报。很快两人便来到了街上，经过一番交谈，星慈得知了少年竟是冠军的朋友，所以才会想要前去见他，这让他不禁有些疑惑，那个性格孤僻的冠军竟然还有朋友。不过他还是如实将情报交给了少年。伊利亚是在2个月前来到的证明之地，自从他进入剑斗场的第一天起，他就已经坐上了冠军的宝座。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强者了，若是持续这样下去，或许他真的能够打破伊格的记录呢。少年闻言一惊，他这才得知原来伊格也曾是证明之地的冠军。他的反应令星慈有些不解，毕竟这是一个十分出名的故事，甚至世人也都在揣测二人究竟孰强孰弱。伊格曾连续当过5个月的冠军，若是伊利亚能够继续坚持4个月，那么他就会成为超越伊格纪录的冠军。谈话间，两人已经抵达了伊利亚的宅邸，可星慈告别少年后却并未离开，反而躲在树后悄悄观察着他，因为就连领主前来拜访都会被拒之门外。他想知道此人是否真的能够见到伊利亚。此时少年已然来到门口，他从腰间掏出伊利亚曾经留给他的白金牌，并表示自己想要见他。而守卫在确认过白金牌的真假后，当即便进屋汇报了此事。片刻之后，便有一名女子走了出来，她表示自己已经通知小姐，但她依旧谢绝会客，所以请回吧。然而少年闻言却仍未离去，麻烦您重新替我传个话，就说是他的朋友艾恩来了。不久后，护卫终于为少年打开了大门，并将他请进了宅邸，这也让一旁的星慈大为震惊，竟然真的进去了，这绝对是个重磅新闻。与此同时，少年调整好自己紧张的心情，推开了伊利亚房间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正是那个熟悉的身影。不过令他感到诧异的是，伊利亚此刻与先前在剑斗场的冷漠不同，反而却显得十分热情，或许是因为久别重逢的喜悦吧。之后的时间里，少年讲述了自己5年来的故事，以及如何抵达的这座城市。直到讲完这些，少年才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我们刚到这座城市就去看了你的比赛，我十分高兴你能变得如此强大，但我总觉得那样的你有些危险。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你之所以会来到这座城市，应该是因为伊格吧？此话一落，伊利亚的面色顿时阴沉下来，甚至周身已经开始弥漫出恐怖的黑暗之气。你在胡说什么呢？少年自然看出了他的状态不对，于是便继续出言说了下去。我从未忘记过我们在克鲁诺一起度过的时间，那段时光对我来说无比珍贵，而第一个向我伸出援手的你，更是最特别的存在。最终测验结束的时候，你明明说过再也不会去追逐别人的步伐，为什么事到如今却又陷入其中了呢？快收手吧！追随伊格的影子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事情。伊利亚终于是听不下去了，他转身背对着少年：“你说的对，我确实无法摆脱他人的视线，但那又如何呢？为了不让林赛家族继续被世人嘲弄，我只能一天比一天努力，而这就是我努力至今的证明。这把斗气剑告诉我至今为止所走的路都是正确的，我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冷漠的家伙。”伊利亚用近乎沙哑的嗓音吼出这
番话，少年深知自己已经无法劝他回头，于是也就离开了座位。看来你已经铁了心要守住冠军的位置了。既然如此，那么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个，距离你打破伊格的记录还有120天左右。所以在这4个月内，我一定会将你从冠军的宝座上拉下来。他明明是史上最年轻的剑术大师，可少年却扬言要在4个月内打败他，因为他深知如今被心魔缠身的伊利亚已经无法仅用言语就劝他回头，唯一的办法就只剩下了将他击败。伊利亚十分不解，他不明白少年究竟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两人的差距也意味着他根本无法击败自己，因为你是我最珍贵的朋友。留下这句话，少年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回到酒馆后，他当即就向伙伴说明了这件事情，自己要在4个月后挑战伊利亚。可不想听见这话的朱蒂斯却愣住了，因为对他来说，伊利亚已经是他难以超越的存在。可如今少年却如此坚定地要发起挑战，他不甘心就这样被甩在身后，于是他强颜欢笑着拍了拍少年的肩膀，说的没错，我也要挑战他。说罢，朱蒂斯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酒馆。他明白现在的自己必须更加努力了。而少年虽说要挑战伊利亚，但此刻他根本没有适当的计划，这让布莱特顿时感到有些无语。不过想要击败剑术大师也并非全无可能，但这种情况还得满足3个条件。首先就是要有一把足以匹敌斗气剑的武器，你的魔术剑应该就可以。其次便是特殊技能，你需要有一个对方无法预测的能力，像你的斩击就十分不错，但还需要多加磨练才行。最后便是最为重要的条件，你得有不逊色于剑术大师的实力。伊利亚并非是靠运气成为的大师，他早已将剑术磨练到了极致，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剑术大师。若是你无法缩小实力上的差距，那么这场战斗将会变得十分艰难。然而没等少年回应，记者新词却突然间窜了出来，没想到你居然要挑战冠军，这绝对是十分重磅的新闻，自己果然没有看走眼。随后在向众人自我介绍后，他当即便补充了一条观点，布莱特先生说的3个条件确实没错，但你们还漏了一点，在证明之地每个剑士都有相应的等级，并且只能参加与等级相对应的擂台。剑士们首先会在初始之地获得第1个等级，并通过晋级赛不断向上攀升，而其中只有达到了国王等级，并且排名达到前10的剑士才会获得挑战冠军的资格。不过由于如今的竞争太过激烈，即便你获得了挑战冠军的资格，若是无法引起观众的兴趣，那也无济于事。这就是隐藏的第4个条件。所以要想成功挑战冠军，还得由我这个专业记者将你打造成证明之地最闪耀的星星才行。于是第2天，少年便来到了初始之地参加比赛。结果毫无疑问，2场比试少年都只用1剑就拿下了对手。而在他走出剑斗场的同时，星慈也按照计划立刻开始了采访。周围的记者显然也不愿放过这个机会，毕竟星慈在证明之地十分有名，并且这名少年还是来自于克鲁诺剑术馆。于是众人当即便一窝蜂涌了上来，霎时间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但少年却直接选择了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并且还留下了一句话：我承诺在达到王后等级之前，我都会在1招之内拿下对手，我会在这里证明自己的实力，最终拿下冠军。这番话很快被写成了报道，并以极快的速度在城内流传开来。所有人都被此事勾起了兴趣，毕竟他们也很想看看这个不知死活的疯子究竟会以怎样一种方式遭到打脸。而在少年回到酒馆之后，布莱特也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你究竟为什么不惜一切也要战胜伊利亚呢？少年沉默了，直到片刻后他才说出了真相。原来当人的负面情绪堆积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会诱发魔人化，而伊利亚如今就正在面临这个问题。若是不趁现在阻止，那么他最终极有可能会变成魔人。布莱特有些震惊，但也仅是片刻他就回过神来，并嘱咐少年不要将此事告诉朱蒂斯，否则他可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事来。然而此话刚落，露露就突然从一旁窜了出来，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不能缺少我的帮助。总而言之，就是你现在需要在短时间内获得爆发性的成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魔术进行特训。少年点头应了下来，不过在开始特训前，他还要先去找一个人，据说他是附近非常有名的剑术讲师，许多人都慕名而来寻求指导。此时宅邸外已经聚集了大批人马，不过好在新慈已经为他写好了推荐信，所以少年十分轻松的就进入了宅邸。不过路上管家还是提醒他，虽然老爷十分注重钱财，但如今他的生活已经足够满足，我想他应该不会因为一些钱财而改变信念的。少年表示这就够了，而露露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很快两人便成功见到了这位约翰子爵，而他也确实十分现实，上来便直截了当的询问是否准备好了学费。然而没等少年回应，露露就当即表示自己会帮他支付。话落便只见他掏出了一大堆的黄金。约翰虽然有些心动，但还是没有当即答应下来。可不想露露却再次掏出了一堆黄金，这一幕顿时惊呆了约翰，当即就来了个180度大鞠躬，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全力辅助二位。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小猫，背地里却是拥有亿万身家的超级富豪。就连号称对钱不感兴趣的剑术讲师，也只是片刻就被他的超能力攻陷，当即就答应了为少年制定修炼计划。于是第2天，少年便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修炼，而露露也在一旁为他加油鼓气，将你想要帮助那孩子的迫切愿望
全都注入到你的剑术之中吧。而与此同时，伊利亚正虔诚地跪在一名司机面前。我所成就的一切究竟是否有意义呢？我不明白。如果这一切都是无用之功，那我又该怎么办呢？司机闻言将手放在了他的头上。不必担心，你战胜了无数猜忌和嘲笑，不必因为一点小事动摇自己的内心，坚持你所走的道路吧，直到这世上再也没有能够动摇你的事情。而另一边，少年已然开始了剑术修炼，他明白自己绝对不能放弃，因为只有变强，才能挽救伊利亚于水火之中。也就是在这个瞬间，他的周围缓缓出现了魔术波动，随即迅速形成了一个小型空间。露露顿时显得无比兴奋，艾恩成功了，那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修炼空间，在那里，他一定能够获得他想要的成长。在他主动停下之前，谁都不能去打扰他。不知过了多久，少年终于停下了挥剑，露露连忙上前，并告诉他已经连续挥剑1个星期了。少年有些震惊，他根本没有察觉到已经过了这么久，不过倒是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灵敏了，就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谈话间，约翰急匆匆地赶来打断了他们，并表示他的剑斗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于是少年马不停蹄地便来到了剑斗场。此时的观众席上已经坐满了人，他们都想看看这个疯子究竟能不能履行他所立下的承诺，在达到王后等级之前，都要在1招内解决对手。与此同时，比赛已然开始，对手的身形如同闪电般飞速靠近，可这一幕却让少年呆滞在了原地，因为这个家伙的动作在他眼中竟然如同蜗牛一般的缓慢。下一秒，少年的阔剑犹如雷霆般飞速挥出，随着一阵脆响过后，男人手中的长剑猛然断裂，场内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直到解说难以置信地宣布了少年的胜利，台下才爆发出了如同雷鸣般的欢呼声。那些曾经发出过质疑的人，此时脸色就像吃了翔一样的难看，他们根本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而随着少年走出剑斗场，记者们顿时一窝蜂涌了上来，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但这一次，少年并未做出回应，而是就这样离开了现场。这件事很快在城内流传开来，各种艾恩的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曾经不知为何离开了克鲁诺剑术馆，又或是不久前还曾讨伐过魔人，所有人都开始重视起了这名少年，纷纷决定以后绝不错过他的比赛。而在少年回来后，约翰表示通过这场比赛，他已经知道少年所缺少的东西了，那就是一些不规则的招式。谈话间，约翰突然满脸震惊地指向少年身后，那是什么东西？而就在少年回头望去时，约翰突然朝他吐出一口粘痰。好在少年的反应极快，迅速侧头躲了过去。看着少年一脸懵逼的模样，约翰笑着向他表达了歉意，同时伸出满是粘痰的左手要与他握手言和。然而就在少年无语之际，一柄短剑却不知何时已然出现在了身前。在我看来，剑术并不只有贯彻自身的意图，还要利用心理战和手段占据优势。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教你的便是手段。时间很快来到10天后，少年在约翰的培训下，此时手段已然得到了质的飞跃，甚至就连约翰本人都是无比震撼。明明就只是稍微教了他一些手段，可他的实力却已经成长了10倍不止。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怪物啊？这天夜里，少年久违的再次来到了梦境中，而那个男人依旧在不停的挥剑，但与先前不同的是，那个男人明显变得更加年迈了。莫非他也在慢慢变老了？少年有些疑惑，这次他出现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有话要告诉自己吗？想到这里，少年当即坐倒在地。如果你还想再继续妨碍我，那么我一定会明确拒绝，因为我再也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了，我只会跟随自己的意志前行。此时露露看着少年身上散发出的斗气，不禁感到有些欣慰，他已经能够在睡眠中进行冥想训练了呀，真是了不起的执念。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少年不断的参加剑斗比赛，并且都是只用一剑就解决的对手。仅仅过去3天，少年就顺利来到了城堡等级，但他却仍未停下脚步，依旧不断的挑战各种对手。终于在不久后，少年成功晋升到了王后等级，来到了荣耀之地。可这一幕仿佛彻底击垮了朱蒂斯的内心，他并没有为艾恩的胜利欢呼，而是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剑斗场。他不明白，自己分明就没有丝毫的懈怠，为什么总是会被他甩在身后呢？难道自己真的无论在什么方面都赢不过你吗？思绪间，突然间一个人迎面撞了上来，碰撞中一本书掉在了地上。朱蒂斯向来人表达了歉意，并将书籍归还给他后，便转身准备离去了。可那人却突然叫住了朱蒂斯，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而另一边，随着少年剑斗等级的提升，他的对手也逐渐变得难以对付。但即便如此，少年却总能从中找出他们的破绽，并在1招之内瞬间拿下对手。艾恩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而接下来他只要再赢下一场比赛，就能够顺利晋升国王等级挑战冠军了。与此同时，酒馆内的伙伴们也在庆祝少年的胜利。可就在这时，朱蒂斯却灰头土脸地走了进来。布莱特有些震惊，我明白你也即将晋升到王后等级了，但也不用如此卖力吧。不过话说回来，你究竟进行了什么训练？怎么会搞成这副模样？朱蒂斯没有回答，而是向布莱特发起了对练邀请。很快2人便来到了酒馆外的空地。可就当布莱特笑着拔出长剑，并打趣着要看看他的训练成果时，朱蒂斯的脸色却顿时阴沉了下来。这一次，请你拿出全部的实力和我对战。布莱特有些愣神，为什么总觉得他和平时不太一样了呢？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睡梦中醒来的少年突然发现自己的周身出现了奇怪的气息。然而露露对此却是满脸疑惑，你是在说斗气吗？我还以为你一直都能看见呢。
多半是得益于你的修炼，你的感官也变得更加敏锐了，所以才看见了曾经无法看见的斗气。然而就在这时，管家却突然满脸焦急冲了进来。艾恩先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已经定下来了，你的对手是刚刚达到王后等级的平民剑士朱蒂斯。少年仅用7天时间，就在天才云集的证明之地中声名大噪。只因他至今为止的每场比赛，都是只用一招便将对手彻底击败，无论对手强弱与否。如今他只需再赢一场，就能够顺利晋级最高等级国王级别。可直到他进入剑斗场的那一刻，才发现这次的对手竟是自己的伙伴。他不解地询问对方缘由，可朱蒂斯闻言却微微一笑，因为想和你战斗，所以我才向你发出了战书，我要战胜你，然后挑战伊利亚。话音刚落，朱蒂斯的身形猛然化作一道弧线，毁天灭地般撞向了少年，而少年的行动也证明了他的决心，自己绝不会轻易做出让步。砰的一声，朱蒂斯猛然发力震开少年，随即身形迅速跟上，手中长剑附带千斤之力猛地砸下，眼看依旧未曾伤到少年分毫，朱蒂斯的长剑犹如雨点般轰出，直到场内一声巨响传来，少年顿时消失在了烟尘之中。本以为是自己的攻势起到了效果，可不想仅仅是下一秒，少年的身形便瞬间出现在了眼前。朱蒂斯匆忙提剑挡下，但却依旧被震飞了数米之远。刚一稳住身形，少年的攻势却又紧随而至。朱蒂斯彻底震惊了，这股惊人的力量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与对练时的艾恩完全不同？这短短几天内，他究竟做了什么？这一刻，朱蒂斯终于明白了两人之间的差距。他实在想不通，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战胜艾恩。他咬紧牙关，再一次提剑冲向了少年。他不想就这么放弃，在对方倒下之前，自己绝不能停下攻击。但此刻早已精疲力尽的他，又怎会是少年的对手？随着两人的再次碰撞，朱蒂斯的长剑被震飞了出去。比赛结束，艾恩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场内顿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而在这场比赛过后，朱蒂斯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本以为是受到的打击太大，等他想通了就会回来，可直到2天后他也没有出现。布莱特开始感到有些不安，被曾经实力对等的艾恩压制的那么彻底，或许这次他是真的伤透了心吧。然而就在这个想法出现的瞬间，布莱特想起了艾恩曾经说过的话，当负面情感堆积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会诱发魔人化。而在比赛开始的前一晚，朱蒂斯的情绪就一反常态的低沉。难道他真的想到这？布莱特猛地夺门而出，他必须要找到朱蒂斯问个明白。可他几乎跑遍了整座小镇，也没有发现朱蒂斯的踪迹。精疲力尽的他最终停下了脚步，脑海中不断思索着他可能会出现的地方。突然，布莱特似乎想到了什么，森林里的训练场，他一定在那里。布莱特不由加快了自己的脚步，他坚信着朱蒂斯一定不会变成魔人。很快，布莱特抵达了训练场，而朱蒂斯正孤独地坐在石头上。布莱特缓缓朝他走了过去，正准备开口询问，却发现他的泪水顺着脸颊落了下来。我很清楚，当我们的剑碰撞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战胜艾恩，但是我一直都十分努力，为了追赶他，为了超越他。可是为什么每次我只会离他越来越远？我真的好不甘心啊！说着，朱蒂斯颤抖地抱住了布莱特，再也绷不住地放声大哭了起来。布莱特有些愣神。是啊，朱蒂斯绝对不会改变。回想起自己与他一同踏上旅途的原因，就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新的东西。而在不久前，他才发现自己早就已经找到比剑术还要珍贵的东西了。想到这，布莱特也抱紧了朱蒂斯，我一定会守护你的。而另一边，顺利晋升国王等级的少年，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排名，几乎每场比赛他都会前去观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达到国王等级的剑士们都能够熟练运用斗气进行战斗。当他们挥剑时，缠绕在胳膊与肩膀处的斗气就会变强，而在他们移动时，则是腿部的斗气会变强。思绪间，比赛已然分出了胜负。红衣剑士的斗气明显比对手要强，但他却依旧还是输掉了比赛。这一幕也让少年明白了，使用斗气的熟练度才是胜负的关键。于是他当即便离开了剑斗场，打算立刻回去进行斗气训练。可没走多远，却碰见了布莱特。一阵寒暄过后，少年询问朱蒂斯回来了吗？布莱特瞥了一眼身后的建筑，随即笑着让少年不用担心，他早就已经回来了。闻言的少年这才露出笑意。目送他离开之后，朱蒂斯悄悄从身后走了出来，正准备溜走，布莱特却突然转头叫住了他：“你突然藏起来干什么？难道是因为看见了艾恩吗？”朱蒂斯的面色顿时一红，随口找了个理由便匆匆转头离去。布莱特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了。时间很快来到3天后，少年试着进行了各种斗气训练，但却依旧是一无所获。于是他索性暂时停下了修炼，并带着露露来到了剑斗场，打算从今天的冠军赛中汲取经验。这场比赛由国王排名第4的剑斗士格雷森对战已经霸榜许久的冠军伊利亚。少年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他观察到伊利亚在制造斗气剑时，似乎与自己使用斩击时的状态非常相似，都是将体内的斗气凝聚到剑刃之上。然而这时伊利亚却突然停下了动作，并收起了自己的斗气剑。这一幕令所有人都大为震惊，而艾恩也从周围的议论声中得知，原来不久前有人嘲讽伊利亚，说如果单论剑术的话，比他强大的高手比比皆是，所以伊利亚才说不会使用斗气剑。思绪间，台上的比赛已然开始，伊利亚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随即迅速出现在了对手身旁。这一幕也让少年深感震撼，他能感觉到两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在挥动长剑的瞬间，他们精准地在需要的部分灌注了斗气，同时还加强了剑的威力。而让少年更为震惊的是，格雷森总能将斗气精准地凝聚在打击点上，从而巧妙地化解
解伊利亚的攻势。这个家伙运用斗气的熟练度实在是太恐怖了。而随着比赛的进行，格雷森却逐渐落入了下风，他开始感到有些无力，对手的一切能力都在自己之上，这是他从一开始就未曾料到的。这样的对手，恐怕自己就是在练10年也无法战胜他。思绪间，伊利亚的长剑已然从他身旁划过，格雷森的长剑应声而断。比赛结束，伊利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再一次守住了自己的冠军之位。